他每杀一次人，都会提前给警察打电话。警官你好，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说完，他就将电池和电话卡拔出来，分别扔进河中。原来他是2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如今研究完美犯罪18年的他，终于开始了他的第一场复仇。你们准备好了吗？狩猎游戏开始了。随着男人转身离去，水中的3大件也慢慢沉到河底。与此同时，刑警队长办公室内正在播放着一段电话录音。通知你们一声，我要开始杀人了。这位先生，请你不要开玩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并不是玩笑，而是杀人预告。我要杀的人叫赵华，46岁，建华地产老总。我建议你们尽快出警，将他保护起来。之所以提前告诉你们，就是现在你们的责任，将其杀死。哦，对了，你们可以叫我幽灵。听完录音的刘国栋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而对面的王涛此时却显得满脸的轻松。队长，我不相信有人能蠢到来一出杀人预告，毕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遍地监控以及高超的刑侦手段，他如果真要杀人，恨不得隐瞒全世界，又怎么会将他的计划告知我们呢？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如果不管的话，真出了事后果会很严重，可要是管了又怕是一出闹剧。思索片刻后，刘国栋抬头一脸认真地看向了王涛。事到如今，我们还是得有所行动。首先，立即派人找到这个赵华，从他那里询问调查，然后通知技术科的同志查询这个号码，找到信号源。还有就是让小张时刻盯着电话，如果对方再打来的话，直接转到我办公室来。好，我这就去办。看着王涛离去的背影，刘国栋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总感觉即将会有大事发生。然而2小时后，王涛的再次出现却直接印证了他的想法。快说，调查的怎么样了？赵华那边我们的人已经就位了，到目前什么都没发生。听到这话的刘国栋终于松了口气，毕竟身为西红柿的刑警队长，他可不希望被一个罪犯戏耍。人没事儿就好。还有呢？技术科那边也已经查询过了，来电号码是个匿名的空号，不过他们追踪到了信号源，是在80公里外的神隐镇。据那边的同事说，在河里找到了一个90年代的诺基亚，重点是手机上有一个红色的数字1。听完王涛的汇报，刘国栋的神色开始慢慢凝重起来。对于这样神秘的案件，他甚至没有一点头绪。就在这时，接警员却急匆匆地闯进了办公室。队长，那人又来电话了。随着张敏的话音落下，办公室的电话也随之响了起来，而刘国栋也是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电话。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在询问别人之前，不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是刑警队队长刘国栋，我不管你是谁，请立即停止你的疯狂行为。你们警察为什么就是不能好好说话呢？算了，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3天，我给你们3天时间布阵，3天后我将会动手杀了赵华。这是一场公平的游戏。刘队长，你猜猜最后谁会赢？随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刘国栋的脸色也逐渐阴沉了下来。他不明白对方为何会在行动前将自己的目标告知警方，更想不通这个男人会是何种身份。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西红柿第一中学的课堂上，一名长相斯文的年轻老师正在为同学们讲课。有谁知道数学这门学科在古时候叫什么吗？我知道，古时候的数学叫算学。没错，而之所以叫算学，便重在一个算字。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当算学研究到极致时，能做到算测天地万物。意思就是当一个人把数学这门学科研究到极致，那么此人就能洞悉天地万物，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们相信这种说法吗？此话一出，台下的学生们顿时全都开始摇头，毕竟数学仅仅是他们的重要学科之一。见此情形，男人随即又话锋一转，能不能算测天地暂且不提，那如果有人数学造诣足够高的话，你们觉得他能做到短时间预测未来吗？我觉得能。说说你的理由吧。比如一道数学题，如果思路正确，只要保证每个步骤都没有算错的情况下，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也一定是正确的。同理，如果把一件事的每个发展节点算死，那么事情最终的结果也会如预期的那样，这应该算是预测未来了吧？理论上是这样，但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出现干扰因素，否则结果就不可控了。听到2人的辩论，讲台上的男人微微点了点头。张刚说的没错，不过如果这些干扰因素也是算计的一部分呢？男人深邃的眼神顿时让台下的同学感到一丝害怕。而另一边，市局刑警队的会议室内，王涛正在向队员叙述杀人预告案的经过以及调查结果。昨天一位自称幽灵的人打来电话，声称要杀了建华地产的老板赵华。张敏同志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给我和刘队，随后刘队立即做出了指示。然而就在我们正着手调查之际，此人又来电宣称要在3天后动手杀人，让我们做好准备。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基本可以判断这不是恶作剧，我们面对的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狂徒。首先，对方打来的2次电话均是匿名号码，没有任何信息可查，而且这2个号码都是疑似性消耗品。其次，2个号码的信号源均来自偏远地区，所属位置监控不多，无法通过监控来找出此人。综上所述，可以判断这家伙做事小心，而且似乎对我们警方的刑侦技术也有一定的了解。
不对啊，既然这家伙做事小心，那他又怎么会搞一出杀人预告呢？偷偷摸摸的除掉目标不好吗？这确实很反常。不仅如此，整件事反常的地方还不止这一点。不过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确保赵华的安全。只要赵华不死，一切都好说。可一旦人死了，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吃不了兜着走。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刘国栋。此时他们才明白此案的重要程度，而其中一名警员却突然眼前一亮。我看要不就把那个赵华请到我们队里来吧，不就是3天吗？只要他人在警局，不管那个幽灵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得手。不行，如果真把赵华弄到警队来，那个叫幽灵的人确实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但是3天之后呢？难道要让我们保护他一辈子不成？再说我们也问过赵华了，他本人也并不同意，而且他的想法和我一致，那就是在家等着幽灵上门，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危机。毕竟哪有千日防贼的？随着王涛的话音落下，众人纷纷点了点头。此时大家也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现在都必须要把这个攻防游戏下去。那么接下来这3天里，除了我们，不能让赵华见任何外人。关于赵华家附近的布防，我认为还需要进行加强。食物何时也要注意，我觉得幽灵用毒的可能性不小。随后众人开始对如何保护赵华讨论了起来，而在座的几乎都是老刑警，他们认为在如此严密的保护下，幽灵想要杀人简直难如登天。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别墅的客厅内的赵华却是一脸镇定，毕竟能走到这个位置的人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而此时一旁的王涛的表情却是逐渐认真起来。赵先生，情况你也了解了，还有最后1天半，请你务必要配合我们。这是自然，不过倒是麻烦王警官了，也替我向警队的大伙道个谢，这几天辛苦大家了。这倒不必了，职责所在。那王警官，不知道你们调查出是谁想要害我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想让你死呢？不瞒王警官，像我这样的地产公司老板一路走来，得罪的人自然不少，恨不得我死的更是多到数不过来。可要说真会动手害我的，我还想不出谁会这么做。那么最近你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或者出现什么奇怪的人呢？没有，一切都很正常。李小姐你呢？有没有什么仇人？我是全职主妇，平时除了送孩子上学，基本不怎么出门，更加不会与人结仇。听完，王涛失望地皱起了眉头，见两人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瞬间就没了谈下去的兴趣。然而就在现场气氛刚刚沉寂下来时，赵华却又突然开口。王警官，你说那个人真的会来吗？你们里里外外布置了这么多警力，会不会把他给吓退了？关于这点，我们队里已经讨论过了，大家一致认为那家伙应该不会来。如果他真想杀你，偷偷摸摸做掉你就行了，干嘛要提前通知我们呢？所以我认为那家伙之所以要这么做，肯定是有其他目的，只是这个目的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而已。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放松警惕，万一那家伙就是这么头铁，还真就来了呢？所以还是等等看吧，至少过了明晚再说。说完，王涛起身走出了客厅，而赵华和李娜也准备上楼睡觉。与此同时，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男人拿出了一张纸，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99个名字，而这份名单也正是20年前贪欲灭门的99个凶手。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如今他也终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对不起，我终究还是做不到无动于衷，让您失望了。你想好了吗？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来不及了，第一场复仇已经开始了。那个人明晚就会死，务必谨慎，不要留下任何破绽。我知道，我会把您教我的那些方法做到极致。去吧，去做你该做的事。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永不联系。老师您保重。时间很快来到3天之约的最后一天，吴影走在学校的道路上，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然而这一幕却正好被好友王俊看见。今天心情不错啊，怎么是有什么好事吗？明天就是周末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儿？也对啊，明天放假。对了，正想问问你，晚上有安排吗？没有，怎么了？听说上林区那边有家新开的烧烤店，味道不错，要不要去试试？有没有妹子？没有。我说无影，我就纳闷了，像我这种丑逼没有女性朋友倒也正常，你说长成你这样身边还没个妹子，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别废话，你就说去不去吧。你请客当然去，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说完，王俊兴奋地转身离开了，而看着王俊离去的背影，吴影此刻却是眼露凶光。时间很快来到晚上，街边烧烤店里的两人正对着满桌的佳肴把酒言欢。此时吴影却掏出手机发出了一条信息，而另一边的刘国栋眼看快到12点了，正准备给在别墅里保护赵华的王涛打个电话，却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当看清上面的3个字后，刘国栋立即拨通了王涛的电话。快去看看赵华有没有事。电话里随即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而当脚步声停止后，接着便是一个女人的哭喊声传来。赵华，你别吓我，你快醒醒，醒醒！女人每结一次婚都会亲手杀掉自己的丈夫，然而这个男人却不信邪，当晚就打算以身试法。可就在2小时后，房间里却传出了女人的哭喊声。老公，你别吓我，快醒醒，醒醒！随着女人的声音传来，楼下的几名警察也迅速冲了上去。原来就在3天前，警局接到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通知你们一声，3天后我要杀了赵华。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刑警队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致，大家都为昨晚赵华的死而彻夜难眠，而队长刘国栋更是满脸的疲惫不堪。上级要求我们在1个月内破案，这是死命令，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队就是我们的家了。刘国栋有气无力的交代完后，又一脸严肃的看向了王涛。说说吧，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的王涛面色依旧难看，毕竟人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杀的，而他作为保护赵华的分队负责人，自然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2人是昨晚10点的时候离开客厅进入卧室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赵华才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而接下来的2个小时，不管是别墅外还是别墅内，都一切正常。就在12点时，突然听到李娜的呼喊声。当我们赶到现场时，赵华已经死了。也就是说，赵华是在10点到12点之间死的？没错，这2个小时内并无任何人进入过他们的卧室，包括我们的人。那法医那边怎么说？法医的初步判断是猝死，至于具体原因需要等鉴定结果出来后才知道。听完，刘国栋满脸不悦的点了点头，倒也不是对下属的不满，而是对打电话的幽灵没有出现感到失望。沉思片刻后，刘国栋又一脸期待的看向了众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从窗户跳进来的？绝不可能，别说从窗户进来，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都不可能。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昨晚没人潜入过别墅。那万一是……这个不用讨论了。如果在我们的层层保护下，还有人能潜入别墅作案，那我们就不配穿着神警服了。既然幽灵没来过，那他到底是怎么杀死赵华的呢？随着这名警员的话音落下，现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顿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而片刻后，队长刘国栋却率先开口：这样吧，我们用排除法来分析。首先，凶手潜入别墅作案，这种可能可以排除。其次，赵华身上并没有伤口，也不是被刀枪所杀。最后，赵华这些天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经过了我们的检验，所以也没有被下毒的可能。不能排除被下毒。听到这话的刘国栋瞬间打起了精神，脸上的疲倦也顿时消失不见。快说说看，既然尸体没有明显外伤，而且法医的初步判断为猝死，那么只有2种可能，要么确实是巧合睡着睡着就猝死了，要么就是被人下毒。你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比较大？随着王涛的话音落下，现场再次安静的可怕。大家都知道赵华不可能是真的猝死，毕竟3天前凶手已经说出了他的杀人预告。见状，王涛开始继续分析。这么看来，赵华的死因基本可以确定了，就是被下毒而死。不过问题是，昨晚幽灵并没有出现，那他是怎么下毒的呢？如果幽灵一直都在别墅里呢？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刘国栋。他们并不是在质疑刘国栋的说法，而是为这个猜想感到震惊。刘队，你的意思是幽灵是我们警队内部的人？不，我相信警队里没有罪犯。可你们别忘了，昨晚别墅里除了我们的人以外，还有1个人。听到这话的王涛顿时眼前一亮，随后满脸激动地看向了刘国栋。李娜，没错，赵华死了，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么一来，动机就有了，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给赵华下毒。原来是这样，之前我们就疑惑幽灵为什么会搞一出杀人预告，而不是图谋去做。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为的就是混淆视听，让我们把所有关注点都放在一个不存在的人身上。这么看来，也许幽灵并不存在，或者说李娜就是幽灵。警员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开始点头。毕竟如今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李娜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很快，李娜便被带到了审讯室，而面对刘国栋和王涛的严厉态度，李娜此时已经紧张到隐隐冒汗。说吧，为什么要杀赵华？听到这话的李娜瞬间双眼圆瞪，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不过很快她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随后一脸淡定地看向了王涛。我没有杀人，警察同志，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明明凶手是那个叫幽灵的人，难道你们抓不到凶手就要栽赃给我吗？此话一出，王涛顿时勃然大怒，而一旁的刘国栋却是满脸的淡定。毕竟作为刑警队长的他，这点定力还是有的。李娜，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计划很完美？我们拿你没办法，别天真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杀人。眼看李娜守口如瓶，刘国栋随即将一份文件拿了出来。这是尸检报告，赵华死于过量吸入青霉素而猝死，而我们在你家卧室的水杯上提取到了青霉素残留，这就是铁证，你抵赖不了。随着刘国栋的话音落下，刚刚还有些紧张的李娜瞬间就放松了下来，随即满脸自信地看向了刘国栋。那是我的水杯，我最近生病了，睡前需要吃药。你说的青霉素残留也许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吧？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再验验那个杯子，上面肯定没有我丈夫的指纹或者 DNA。就在李娜自信满满的说出她的理由后，刘国栋和王涛更加确信李娜就是杀死赵华的凶手。毕竟她的表现太过镇定，面对询问也应付得太过于从容。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想让李娜认罪很难，除非拿出真凭实据。而另一边，坐在沙发上的吴影在完成了第一场完美复仇后，却产生了一种不该有的念头。要不算了吧，
放下仇恨，重新开始生活，好好享受这个繁花似锦的世界。然而就在这个想法刚出，一股巨大的羞耻感汹涌而来，同时20年前那晚的画面也瞬间浮现在他眼前。吴影顿时眼露凶光，不行，我要报仇，我要杀光所有仇人，只要参与进来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说完，吴影起身开始准备下一次的行动，而第二个复仇对象便是东三环城中村的孙伟。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刘国栋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神秘的青年，此人长着一张永远睡不醒的脸，以及一对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眼睛。这个案子目前我们正在……案子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刘队，这次我下来虽说名义上是协助你们办案，顺带监督你们的日常工作，不过我这人比较懒，只喜欢躺平，不喜欢运动，更不喜欢多管闲事，所以就当我不存在，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听到这话的刘国栋暗自松了口气，本来他还担心这次省厅派下来的顾问难伺候，如今看来这人却很好相处。随后刘国栋满脸笑意地看向了唐城。那就好，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那就开始吧，说说这个案子。刘国栋随即将这起谋杀案的整个过程向唐城说了一遍，而听完后，唐城却是一边沉思，一边低声呢喃：“赵华是李娜所杀，这点应该没错，但李娜绝不会是幽灵，幽灵另有其人。那么李娜与幽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是他们联手杀死的赵华？”不，如果两人是合作关系，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只需要相互配合就能轻松弄死赵华，而且这样一来，李娜也不会这么轻易被怀疑。如果不是合作，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李娜只是被利用是一枚棋子？没错，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刘队，我想我大概知道真相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刑警队的分析不对吗？大部分是对的，赶紧召集人开会吧，你们麻烦大了，这个对手很厉害。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随即皱起了眉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人就在谋杀现场，却还不如眼前这个年轻人半个小时的分析。很快，警队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而大家的目光都纷纷聚集到了唐城身上。我先把整个案子向大家梳理一遍吧。首先，此案出现的人物有幽灵、李娜、赵华，还有我们警方。幽灵是谋杀案的真正凶手以及幕后策划，也是操控者，而李娜和我们都是他的棋子，赵华则是他的目标。你是说我们都被幽灵给戏耍了吗？听完我的分析你就知道了，案子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幽灵联系上了李娜，然后不知道用了什么理由让李娜同意杀赵华，而且是在指定的时间作案。那他为什么还要搞一出杀人预告呢？暗地里做掉他不就行了？这就是我说他厉害的地方。杀人预告一出，我们警方肯定会派人去保护赵华。当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可能出现的幽灵身上时，便为李娜制造了下手时机。整个过程，幽灵只做了2件事：说服李娜和给我们打电话。从头到尾，这家伙根本没有下场。那我们只要找到他们的交流记录，不就可以破案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记录早就已经被他销毁了。如此一来，不管我们能不能给李娜定罪，幽灵本人都将平安无事。法医那边的报告已经出来了，赵华确实是青霉素过量导致猝死。那李娜又是怎么下手的呢？这一点我跟你们的分析不一致。我认为李娜不是将青霉素放水中，而是涂抹到自己的身上，比如胸部。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而唐城却是继续开始他的分析。这么做的好处有2个：第一，我们不太容易想到这样的方式；第二，只要洗个澡就证据全无，并且做完那种事情后洗澡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哪怕是我们想到了这点，李娜也能轻松的圆过去。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为什么李娜还要在水杯上留下青霉素残留呢？这也是一处高明的地方。他故意在水杯上留下少许残留，既能证明他买的青霉素都被他吃了，还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基于这个事实，我有3个坏消息告诉大家。第一，目前我们无法找出幽灵，由于对方打电话时使用了变声器，所以我们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清楚。第二，只要李娜坚持那套说辞不认罪的话，我们就没法给他定罪。第三，幽灵还会继续作案，并且应该就在近期。随着唐城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的众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唐城，而此时的王涛却是满脸疑惑：这些都是你的推测，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通过信号源可以证明李娜不是幽灵，因为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至于我说幽灵还会继续作案，是因为那部手机上的数字1，既然有第1个，肯定就会有第2个和第3个。还有一点就是李娜是一个家庭主妇，用青霉素涂抹胸部杀人的手法不是她能想出来的，而她面对警方的冷静从容以及回答问题时的逻辑清晰和有理有据，这些都不是她能够办到的。此话一出，刚刚还在质疑唐城的众人此刻也不再提问。然而就在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年轻人时，一名警员急匆匆地跑进了会议室。队长，李娜的律师来了，要求我们放人。放人？一个杀人凶手，我们怎么能说放就放？把他放了吧。他每次杀人之前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警察。新的游戏开始了，这次我要杀的人叫孙伟，男，47岁。说完，他就把电话卡拔出来掰断，然后再连同手机一起扔进了水中。同时，2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的画面也随之浮现在他眼前。而作为当年唯一的幸存者，研究完美犯罪18年的他，也开始了他的第2场复仇。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2天前，他的一生之敌也已经来到了西红市刑警队，如今就住在市里有名的高档小区内。小程，你爸妈都还好吧？他们好得很，每天全国各地到处跑，比我有活力多了。干嘛那么辛苦？钱够花就行了呀，天天不着家有再多钱有什么用？随着唐母的话音落下，一旁的中年人似乎听出了其中的猫腻，随即开始转移话题。那个小程啊，这次回来之后还去省厅吗？不好说，不过短时间内应该是回不去了。你们不知道，最近西红柿出现了一个挺厉害的罪犯，不把这家伙抓住，我肯定是走不了。怎么回事呀，唐成哥？保密。哥，你就告诉我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小东，别胡闹，这种事儿能随便问吗？小程，你还没谈女朋友吗？二婶，你是知道的，像我这么懒的人，女朋友只会影响我的生活节奏。可是到了年纪就该成家呀，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你爸妈想想啊。唐成眼看躲不过二婶的逼问，随即话音一转：二婶，你先别说我，倒是嫣姐都快30了，我这当弟弟的操心啊。此话一出，二老顿时向唐嫣投去了异样的目光。一个个的，每一个让我省心啊！唐嫣，你这周必须去相亲。我不去。你看你都多大了？要是在我们那会儿，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要再不结婚，等到人老珠黄了，我看谁还愿意娶你。正好啊，那我就不嫁了。行了，都少说2句，婚姻不是儿戏，我闺女的婚姻大事她自己说了算。听到这话的唐母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随后满脸委屈的低下了头。好啊，你们都开朗，就我封建不讲道理行了吧？我这都是为了谁啊？唐嫣见状，顿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随即开始安慰母亲：别哭了妈，我答应你还不行吗？真的。见唐嫣点头，唐母瞬间就换了副表情，随后几人便为唐嫣的终身大事开始讨论了起来。就在这时，唐晓东却突然眼前一亮，我看我们数学老师就不错，又高又帅，人特别好，我们可喜欢他了。老师的话倒还算是体面，那他叫什么？今年多大了？他叫吴颖，应该会比大姐小一点。唐晓东随后开始兴奋地介绍了起来。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唐成带着唐晓东来到学校参加家长会，而此时的吴颖也正在和几位家长耐心交流孩子的情况。王强这孩子学习认真自觉，没什么可说的，能教出这样的孩子，可以看出你们是花了心思的。如果非要说哪里还需要改进的话，那就是自尊心过于强了，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太愿意承认。雨熙的话乖巧听话，本性善良，是个很好的姑娘。很快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而唐成也带着唐晓东来到了吴颖面前。你好，我是小东的堂哥。你好，吴老师，你明晚有空吗？见吴颖满脸的疑惑，唐成随即开始解释起来。是这样的，今天小东的父母有事来不了，让我来跟你说声抱歉。同时想问问你明晚有没有时间到小东家里坐坐，详细聊聊孩子的问题。你可能不知道，小东父母很是关心他的学业，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请求。唐先生真的很抱歉，我当然愿意去跟小东的父母多交流，但不巧的是明晚我有晚自习，所以没关系，这事儿我来处理。说完，唐成转身走了出去，而几分钟后又急匆匆地走了回来。好了，明晚的晚自习换别人了，就这么说定了。抱歉吴老师，我有点急事儿就先走了，明天放学我来接你们。不等吴颖开口，唐成便拉着唐晓东快速离开了教室，而看着唐成离去的背影，吴颖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个唐成看起来应该是在政府单位上班，要么自身官职不小，要么就是家里关系很硬，否则不会这么快就说服主任给我换班。而且请我去唐晓东家，应该不只是家访那么简单，还有别的目的，是什么呢？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天，吴颖带着昨天的疑问找到了唐晓东。小东，告诉老师，你爸妈请我去你家到底是为什么？听到这话的唐晓东瞬间就愣住了，他自然知道不能说出真相，而吴颖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没事说吧，老师既然已经答应了，就一定会去，只不过提前知道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唐晓东犹豫片刻后，还是将他们的真实目的说了出来，而听完后的吴颖随即露出了一脸无语的表情，毕竟他们在没得到他的同意下就帮他做了决定。很快吴颖便在唐成两兄弟的带领下来到了唐家，而唐山夫妇在了解了唐晓东的情况后，也开始了今天的重要环节。小吴，不知道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呢？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教书育人很好，如果不出意外，我会一直当一名老师。听完，唐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显然他对这个回答并不是很满意。而吴颖见状便立即提出了离开。就在吴颖走后，唐山却突然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唐嫣。闺女，你觉得这个吴颖怎么样？不怎么样，从始至终他都不怎么看我。虽说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可就是性子淡了些，过于老成，我觉得不适合咱们闺女。本来嫣儿的性子就清冷，要是再找个同样清冷的，多无聊啊！没错，我也觉得不合适。再说了，人家也压根儿就没这心思，还是再想想其他人选吧。两口子再次商量起了下一个人选，而唐嫣却起身默默离开了。与此同时，唐成在开车送吴颖回家时，莫名对吴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共鸣。
是他们这类人独有的气场。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没意思，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这些无数立场交织起来就会产生许多矛盾。比如今天这事儿，站在我二叔和二婶的立场来看，为人父母为子女的婚姻操心理所当然；站在我堂姐的立场又是安抚父母，哪怕心中再不乐意也只能配合。而站在我的立场，长辈之命又不得不哄骗你来走这一趟。当然最无辜的就是你，被骗过来还要忍着不耐烦去应付，以维持面上的友好。所以说这人啊，就没有谁是真正的自由，都是人世间的囚徒。天地一盘棋，唯有老天才是执棋人。若天要弃我，我便掀了这盘棋自己落子。说得好，不过就是少了点气魄。要我说还得补上一句：天若负我，我便与天斗，更添半字。说完，唐成递出了一张自己的名片。我是一名刑侦顾问，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就当是为今天的事儿给你赔礼了。当然叫我出来喝酒也是可以的。转眼到了周五，也是吴影猎杀孙伟的日子，而另一边的刘国栋正在开会讨论3天前的神秘案件。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幽灵的第2次杀人预告也即将到来。都丧气个什么劲儿？这天下就没有完美的犯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想想，一定有什么地方被我们给忽略了。就在刘国栋正大声的给大家打气时，接警员张敏却急匆匆的跑进了会议室。刘队，幽灵又打电话来了。反应过来的刘国栋随即精神一振，立马接过来。已经接过来了。随着张敏的话音落下，会议室的电话也随之响了起来。刘国栋毫不犹豫的将电话拿起。刘队长，最近还好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在下一盘棋而已。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东三环城中村的孙伟，那47岁，我要杀了他。哦，对了，这次你们的时间可能不多，我将在1个小时内动手。新的游戏开始了，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你猜猜谁会赢？幽灵，我发誓，我必须要亲手抓。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此时的刘国栋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明白这是对警方赤裸裸的侮辱。不过作为久经沙场的老警察，很快他又恢复了情绪，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众人。所有外籍人员立马出动。随着刘国栋的一声令下，在场的众人没有丝毫犹豫，大家瞬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就在此时，刘国栋却突然转头看向了角落里的唐成。唐老弟，这里就交给你了。去吧，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那个孙伟今天多半要凉。面对唐成的乌鸦嘴，刘国栋却选择视而不见。毕竟对方是省厅派下来的刑侦顾问，官职本身就比他大。就在他们走后，唐成却突然露出了满脸的兴奋。因为幽灵电话的信号源要快，查询孙伟名下的车辆同样要快，再派人去交通部沟通一下。我要在今晚掌控所有道路的监控。最后还有一件更急的事儿，张敏，给我倒杯咖啡来。听到这话的张敏直接就愣住了，他没想到眼前的家伙会在这种紧张时刻开这样的玩笑。然而反应过来的张敏也没有多问，而是立即走出了会议大厅。与此同时，来到城中村的吴影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第2部诺基亚。谁呀？这么晚了还打电话？孙伟，你先别说话，听我说。1分钟前，警察已经出动，正全速朝你家赶来抓你，10分钟之内就会到。你20年前的事儿东窗事发了，警方已经拿到证据。你现在什么都别问，立马开车离开，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听完，孙伟直接就傻眼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还有些不知所措。然而没等孙伟反应过来，电话里却再次传来了陌生人的声音。还愣着干嘛？快跑啊！回过神来的孙伟这才开始慌张起来。很快他便在神秘人的指挥下来到了车上。现在你给我保持冷静，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肯定不会有事儿。你说吧，我听你的。你现在走中山公园那条路去莲花池，记住，一定要走中山公园那条路。行，我这就去中山公园。冷静点，保持电话畅通。等到了中山公园，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走。放心，你会在自以为安全的那一刻死去。他每写一个仇人的名字，仇人当晚就会离奇死亡。然后他还要给警察打去电话。警官你好，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只因他是2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如今研究完美犯罪18年的他，终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你们准备好了吗？狩猎游戏开始了。谁呀？这么晚了？孙伟，你20年前的事儿东窗事发了，警察正在朝你家赶来抓你。你现在什么都别问，立即开车离开，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别急，你会在自以为安全的那一刻死去。警方在收到了幽灵的第2次杀人预告后，很快便做出了反应。然而，当刘国栋带着10几名警员来到孙伟家里时，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妈的，还是慢了一步。王涛，孙伟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吗？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我们的电话根本打不进去。马上联系唐城，让他安排人定位孙伟的手机。就在刘国栋话音刚落，自己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刘队，人已经不在家了是吧？你怎么知道？刚定位成功孙伟的手机，此时的他正在往中山公园方向而去。定位码已经发给你了，抓紧时间过去，慢了可能会出问题。快去中山公园！听到这话的众人没有丝毫犹豫，而是立马上车前往孙伟的定位而去。与此同时，到达中山公园后，孙伟也拿起了电话。喂，我到了。
很好，看到前面那处工地了吗？我就在工地门口。现在下车，你旁边的那块告示牌下面有块石头，下面有一个手机，把它拿出来，然后把你自己的手机摧毁。我们接下来就用那部手机联系，完成后往莲花池方向开，到了那里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听完，孙伟立即开车离开了工地。然而就在孙伟走后不久，刘国栋一行人也按定位赶了过来，搜索片刻后才发现又来晚了一步。就在刘国栋正准备发飙时，唐城却再次打来了电话。看样子你们又晚了一步，那接下来你们到处找找吧，特别是出城路口，我估计孙伟可能要出城。至于交通部那边，我早就派人过去了。不过你也清楚，接管全城的监控还得走一些流程，这需要时间。孙伟死定了，幽灵这家伙看似给了警局机会，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给任何机会。他在一切开始之前就已经算好了所有事情的时间。显然唐城已经放弃了这一次的营救，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幽灵完成此次猎杀，随后再通过对方作案过程中留下的破绽来找到突破口。而另一边，孙伟已经在吴影的指挥下成功出城，来到了郊区。现在步行朝东直走，去牛驼山。此时的孙伟不敢过多犹豫，而是立即弃车开始徒步前往山区。然而就在快要到达山脚时，恢复了理智的孙伟却渐渐停下了脚步，随后拿起手机拨通了吴影的电话。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被抓了，我也不会好过。听到这话的孙伟顿时眼前一亮，毕竟当年那件事的参与者众多，他知道的就不下10个。你是阿强还是大头？算了，反正等会儿见到你就知道了。你不会见到我。再说了，如果我真要见你，你敢来吗？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担心对方会杀人灭口的孙伟瞬间就放松了下来。至此，他对电话那头的人算是彻底的信任了。也好，当年我们就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免得互相提防。可如今我虽然是出城了，但估计很快就会被通缉。你不会不管我吧？我在牛驼山那边给你留了些东西，光现金就有50万。等你拿到东西后，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会帮你弄个新的身份。不过这需要时间。谢了兄弟，我已经快到了。那你看到那片林子没有？东西就在里面。听完，孙伟立即走进了林子。由于光线不好，他走得很是小心。然而就在这时，孙伟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于是立即停止了脚步。我知道你是谁了，从一开始我就在想，你怎么知道警察会来抓我，而且还有能力帮我弄一个新的身份？想来就只有一种可能，你在警局工作。原来你是……闭嘴，孙伟，请你记住，今天是我救了你，否则你知道自己会是什么后果。听到对方的呵斥，孙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满脸的兴奋。明白，你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了，你说的东西是不是放在一块石头上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没错，拿上东西就赶紧滚吧。孙伟面对眼前的物资并没有多想，而是大步向那块石头走去。可就在他快要接近石头时，却突然感觉脚下一痛，随后地坑里便传来了孙伟的惨叫声。而另一边，听到动静的吴影嘴角微微上扬，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很快，他又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幽灵，你给我出来！刘队长，别这么激动好吗？你这样会让我很难跟你继续交流下去。孙伟在哪里？他已经死了，就在城外的牛驼山上。你们快点去处理吧，免得污染了环境。你个王八蛋！我告诉你，幽灵，你怂了。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时，吴影微微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昨天才刚认识的朋友，如今却成为了他的对手。片刻后，吴影又勾起了他的嘴角，说说看我怎么怂了。你说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但你作弊了，你根本就没给我们任何能赢的机会。我看不起你这种在游戏中开挂的人，因为只有弱者才会这么做，而强者都会靠自身的实力取胜。唐先生，以后就由你来负责跟我沟通吧。刘队长还是太暴躁了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随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唐城也随之皱起了眉头。他不明白对方为何会知道自己姓唐，也不知道对方为何会打电话让警察去收尸。想到这里，唐城突然一脸认真地看向了刘国栋。刘队，我们需要一个心理学专家。队里不是有吗？还有好几个呢。我说的是真正的心理学家，不是那种手拿证书的专家。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这样的人，西红柿没有。再说了，就算能找到，别人也不一定愿意到警队来工作。你们尽管去找，要最好的，找到后我负责把人招进警队。还有就是这个幽灵是一个绝对厉害的人物，我们与他之间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短时间破不了案会担责，我会动用我父亲的关系暂时保住你们。你们只管专心办案，争取早日抓住这家伙。再说了，你们都已经尽力了，上面也不是不讲道理，他们会理解的。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松了口气，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也在这一刻消散了不少。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在唐城的提议下，西红柿刑警队正式
组建了幽灵预告案的专案组。周法医，就从你开始吧。关于幽灵预告案的2名死者，我都已经尸检完毕。虽说还有一些化验结果没出来，但基本不影响判断。先说孙伟吧，尸体除去贯穿伤外，并无其他外伤，且体内也无毒素残留。可以确定的是，死因乃钢丝贯穿导致的大出血。同时，根据皮肤表面粘液以及盐碱含量来看，死者死前大量出汗，有过长时间的运动，所以可以判断从西红柿郊区到牛驼山这段路，死者是步行过去的。再说赵华，我的鉴定结果基本与之前那位同事的鉴定结果吻合，但有一点，根据尸体来看，赵华死后的1个小时内被人轻微移动过。此话一出，刘国栋顿时眼前一亮。此话当真？没错，人在猝死后体内血液循环会立马停止，而根据赵华体内各处的血液浓度可以看出他在死后有被移动过，导致四肢的血液浓度与其他位置出现明显区别。那是否可以把这当作证据，证明李娜就是杀害赵华的凶手呢？这确实是证据，但只能算是间接证据，不足以定罪。而且李娜也能找到他的理由，他会说是在睡觉时不小心碰到赵华的尸体，这才导致尸体轻微移动，所以单凭这点是定不了罪的。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随即露出了满脸的失望，但很快又恢复了斗志，至少眼前这位法医看起来比原来那几个要专业不少。想到这里，刘国栋随后又看向了一旁的痕迹学专家。前方，你说说吧。第一个案发现场，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已经无法勘测了，所以我只勘测了牛驼山的现场。死者掉入的那个坑大致2米深，且周围并无机械设备出现过的痕迹。再根据深坑内部的切口来看，可以判断此坑是有人拿铲子硬生生挖出来的。由此可以推论，挖坑的人身高应该在1.75米以上，且身体强劲。同时，周围除了死者的脚印外，并无其他人的脚印，不过却发现了很多细小纤维，说明挖坑的人当时戴着手套和脚套。还有就是根据深坑的土质状况分析来看，这个坑挖出来应该有1周左右了。说实话，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现场，那个幽灵的反侦查能力非常高超。听完，刘国栋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转头看向了网络技术专家吴强。李娜的通话记录和网络账号还有社交平台等跟大家之前调查的一样，并没有什么异常。不过我在调查她的短信记录后，发现其中一条很可疑，其他短信都可以找到出处，但这条查过去却什么都没有，且里面有一个链接，进入后是一个已经被删除的网站。听到这话的唐城瞬间来了兴趣，随后一脸兴奋地看向了吴强。能不能复原这个网站？可以，倒是可以，但需要很多人力和设备，而且复原了也没多大意义。这种临时性质的网站删除后，里面的数据也会跟着消失。至于幽灵留下的这2个电话，我都追踪过，不过也没什么用。这个人是个行家，如果他背后没有技术支持的话，那他本人应该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随着吴强的话音落下，众人同时向最后1名成员投去了期待的目光。然而，心理学家胡梅却看向了唐城。还是你先吧。第一个案子的经过我已经了解，但孙伟这个案子我知道的却很少，所以需要你把这个案子先梳理一遍，我才能分析得更准确。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看向了唐城，同时唐城也开始向大家讲述起了第2个杀人预告案的详细经过。然而讲完后，唐城却并没有立即坐下，而是皱起了眉头。值得注意的是，幽灵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让孙伟听话的？我想，要么2人认识，要么就是幽灵手上有孙伟的把柄，或者2者兼具。而把柄多半是孙伟以前犯过罪，且是大罪。为什么？如果孙伟以前犯过大罪的话，那么幽灵只需要告诉他我们要抓他就行。你说孙伟会不会乖乖听话？而且从那晚的情况来看，孙伟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很有可能他怕的不是幽灵，而是我们。这就跟赵华之死一样，没错，我们又当了一次工具人，间接地帮助幽灵完成了谋杀。听完唐城的分析，众人纷纷点了点头，随后又一同看向了胡梅。短，25到35岁，身高在1.75到1.9米之间。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都开始怀疑起胡梅的专业性，毕竟他所说的这些特征，在座的任何一人都能分析得出来。然而胡梅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的人全都惊掉了下巴。女人每次取钱都不自己花，而是将她带到附近的墓地，然后丢掉钱转身就跑。不料这次却被2名警察撞个正着。原来就在几天前，西红柿刑警队接到了一起杀人预告。我叫幽灵，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为此，警方重新组建了幽灵预告案的专案组，且每1名成员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此人性格温和，知识分子，沉稳理智，而且还具备一定程度的强迫症。随着胡梅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他们不明白一个连环杀人犯为何会是性格温和，同时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强迫症。性格温和？没错，就是温和。为什么？人可以伪装，但有些东西却无法掩饰，那就是潜意识。潜意识决定思维，决定一个人的思考方向，这是无法靠理智控制的，属于绝对本能。表面上来看，幽灵就是一个疯子，一个自负的变态杀人狂，但其实不然，这都是他刻意为之，故意迷惑我们的判断。通过这2起案件就能看出他的潜意识里不愿见血，只求杀人。就拿昨晚的孙伟来说吧，幽灵明明可以在牛头山上亲
亲手杀死孙伟，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更加费时费力的挖陷阱，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并不喜欢暴力。那你说的强迫症又怎么解释呢？孙伟死后，他还打电话让我们去处理尸体，免得污染环境。其实这并不是炫技，他就是希望我们早点去处理现场，避免污染环境。听完胡梅的分析，众人虽说还是有些质疑，但却没有人反驳，毕竟他们都知道在这方面胡梅才是专业的。此人长辈中有一位资深刑警，且两人关系很好，也就是说幽灵很可能有一位刑警父亲。你是说有人在教他作案？通过这2次案件可以判断，幽灵对警方的办案流程非常的熟悉，这并不是聪慧与知识就能解释得通的，必须经受过专业的教育，所以他身边必定有个长辈悉心教导。如果不是父子关系，谁会这么尽心尽力呢？所以幽灵有个警察父亲的可能性相当大。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说我？你还没这么沉稳。至此，心理学专家胡梅已经为幽灵描绘出了一幅不太完整的画像，而另一边的吴影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精心策划的2次完美狩猎已经被这些人分析的近乎还原。此时他正在认真谋划第3起狩猎，而接下来的这个目标虽然是个女人，可想要成功且不留下破绽却很困难。要完成这个完美的计划，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钱。可我该从哪里弄这么多钱呢？就在吴影开始犯难时，却突然眼前一亮，好像除了他，还真没地方能弄到钱了。说完，吴影立即起身往外走去。而另一边，由于警方的证据不足，李娜在几天前就已经被无罪释放。可她不知道的是，不远处一辆黑色面包车里，2个男人正没日没夜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不把那女人抓进牢里，我们俩就别想回家了。可这都盯你1个星期了，却什么发现都没有。再说人家又不是傻子，怎么会给我们抓住把柄的机会？我想我们应该要在这车上住个1年半载不可。原来他们是王涛派过来监视李娜的警察。显然此刻他们对这个工作已经开始感到厌倦。然而就在马磊还在为此发牢骚时，望着窗外的牛明却突然精神一振，有情况。听到这话的马磊随即朝牛明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学校门口一名快递员将一个包裹交给了李娜，而李娜打开后随手便将包装袋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随后牵着一个小孩离开了学校。不就是收个快递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白高兴一场。不对啊，李娜的快递为什么不寄到家里，而是寄到学校里呢？马磊一听顿时幡然醒悟了过来，随后下车找到了垃圾桶里的快递包装袋，然而几分钟后却满脸失望地回到了车上。什么情况？我打电话问过快递员了，他说李娜本想让他将快递直接送去学校给李娜的儿子，结果学校不让进，而正好李娜又在校门口接孩子，于是就直接给李娜了。那要不要上报？还是上报吧，万一是一条有用的线索呢？没收获也只是被臭骂一顿而已，但要是有收获可就是功劳啊。行，反正这些天都已经被骂习惯了，一天不听还感觉不得劲儿呢。随后2人便将刚刚看到的情况上报给了王涛，而挂断电话重新回到会议室的王涛却引起了刘国栋的注意。什么事儿？急不急？不急，那就等会儿再说。唐城，你继续吧。咱们刚刚已经分析到了幽灵杀人的目的，我觉得有以下3种可能。第一，随机杀人报复社会，毫无目的的选择目标将其杀害，不为钱也不为别的。第二就是复仇，有可能赵华和孙伟曾经做过什么伤害过幽灵或者他家人的事儿。第三，幽灵自诩为审判者，审判那些他认为有罪的人。听到这话的众人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唐城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就在这时，心理学家胡梅却率先开口：我觉得第1种可能性可以排除。你的理由呢？正如我之前的分析，幽灵本性温和，随机杀人这种事儿他做不出来。如果是随机杀人，那他基本会选择比较好下手的目标，比如老人、孩子和妇女，而不是难以控制的成年男性。且随机杀人一般会选择乡镇那种偏远地区，而不是城区这种遍地监控的地方，所以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那好，也就是说幽灵杀人的目的要么是报仇，要么是私刑审判，大家能确定是哪种原因吗？根据兄弟们的调查，不管是赵华还是孙伟，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从2人的履历以及身边人的口述来看，这2人都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如果幽灵是私刑审判，没道理选择他们当做目标。你的意思是，幽灵杀人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复仇？没错，如果是复仇的话，那么赵华与孙伟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问题是，这些天里我通过各种途径将这2个人调查了个底朝天，最后发现2人毫无关联。也就是说，至少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来看，复仇的可能性很小。我不这么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来看，如果幽灵自诩为审判者的话，他的动机便是审判，那么他的作案手法肯定就与目标的罪行有关。可据我对赵华的了解，他的罪行应该是贪婪，但幽灵杀他的方式却跟贪婪毫不相干。再说孙伟，此人懒惰、自私且暴躁，而幽灵杀他的方式却是利用陷阱，这也不符合审判者的做法。可吴强说的也有道理，如果是复仇，那么受害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所以我觉得2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眼看几人意见不统一，刘国栋也
随之皱起了眉头。毕竟一旦确定了幽灵杀人的动机，他们也就有了调查的方向。想到这里，刘国栋突然抬头看向了众人。既然大家的见解不一致，那这个问题就先到这里吧。王涛，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马磊那边来电话说李娜收到了一个快递，也不算什么发现。这两个混蛋估计是又来碰运气来了。就在王涛还在不以为然时，一旁的唐城却突然眼前一亮，随后满脸期待地看向了王涛。什么快递？快说来听听。王涛随即将那边发生的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就在此时，角落里的吴强也来了兴趣，把单号发给我，我来查查。随后，吴强在一番噼里啪啦后，突然兴奋了起来。没错，幽灵再次出现了。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死气沉沉的众人瞬间就来了精神，而刘国栋此刻更是满脸激动地看向了吴强。什么情况？这个快递的寄件人信息是假的，除了幽灵还能是谁？反应过来的王涛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马磊的电话。李娜现在在哪里？在家里啊，我们刚刚跟着她从学校回来的。靠，给我盯死了！要是搞丢了，我扒了你们俩的皮！听到这话的马磊顿感不妙，而一旁的牛明却是一脸愁容。难道是他们有什么发现了吗？会不会是那个快递的问题？反应过来的两人随即精神一振，他们没想到随意上报的一个信息竟会有这么大的问题。10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向他们靠近。从现在起，我们一起监视，你们负责前面，我负责侧面。记住，有任何发现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给我。老大，是不是那个快递的问题？没错，幽灵出现了，你们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吧？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满血复活，毕竟他们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风餐露宿了。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李娜也终于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里。只见李娜走进银行后，不一会儿便提着个袋子走出来，而两人将情况上报后，立即开车跟了上去。小心点，别被发现了，我们这次要发达了。你说要是这次顺利抓住幽灵的话，咱们俩会得到什么表彰？至少不会再派我们出外勤了吧？老天保佑我们一切顺利，早就受够了睡车里的日子了。很快两人便尾随李娜的车来到了郊外，而李娜下车后却将那个袋子丢进路边的沟里，然后迅速离开。见状，马磊立即拿起了对讲机。老大，李娜将钱丢进沟里就跑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们继续跟着李娜，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关掉对讲机后，两人立即开车往李娜离开的方向而去。而另一边，王涛的电话里传来了刘国栋的声音：李娜应该是给幽灵送钱，所以只要守着这袋子钱，就能等到幽灵。小心点，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刘队放心，只要幽灵赶来，我就会让他插翅难飞。很好，随时报告情况。挂断电话后，办公室内顿时一片欢欣鼓舞，大家都在为即将抓到幽灵而感到高兴。然而角落里的唐城却是眉头紧皱。不对，幽灵不可能想不到我们在监视李娜，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就算是真的缺钱了，也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险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我想多了吗？钱，没错，就是钱，转账肯定不行。不管他用什么办法，我们都能查到他。而从银行取出的现金都有编号，幽灵拿到了也不能用。难道说李娜只是个幌子？想到这里，唐城突然猛地站了起来。糟糕，我们中计了。他每送一次外卖，都会提前把自己武装起来，特别是膝盖部位，必须要绑上99层绷带。站住！我们小区外卖员不能进。对不起，我跪不下去。我的意思是让你打个电话。不好意思，其他外卖员也跪不下去。算了，外卖给我吧。怎么跟你沟通这么困难呢？很快，一名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来到门卫处取走了外卖，而另一边看到订单已完成的吴颖却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游戏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原来就在3天前，吴颖为了完成第3次猎杀，通过快递的方式向李娜传达了要钱的信息，而李娜在送钱途中却被监视她的警察发现。就在刑警队的众人都在为即将抓到幽灵而欢欣鼓舞时，角落里的唐城却发现了不对劲。糟糕，我们中计了。唐老弟，发生什么事儿了？来不及解释了，立即派人去李娜家里，看看李娜出门后谁去了她家。听到这话的刘国栋没有丝毫犹豫，而是立即安排人前往李娜的别墅。与此同时，李娜也已经回到了家里，而此时一个中年男人正满脸担忧地盯着她。小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哥，这事儿你别管，让你办的事儿都办好了吗？已经放在你说的地方了，而且都是干净钱，绝对查不到的那种。听到这话的李娜终于松了口气，她在意的并不是那点小钱，而是不想把自己的大哥李刚牵扯进来。你告诉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赵华那混蛋死后，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我们是亲兄妹，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哥帮你扛。真没事儿，你就别问了。可是哥，你相信我，不告诉你，对你对我对爸妈都好。可一旦告诉了你，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危险，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听完，李刚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而就在此时，房门却突然被敲响。夫人，有警察来了，说有事儿让我开门。刘姐，麻烦你把他们请进来。哥，一定记住，就按我们约好的那样告诉警察。很快，两兄妹便一起走下楼来，而此时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警察。随后，李娜在李刚的配合下，完美的回答了他们的所有问题。
而回到警局的王涛却对今天的行动感到气愤。妈的，我们又被傻了！依我看，不能放李娜自由，否则有李娜这个财主在幽灵，就相当于有了个帮手。我们想要抓住他，可就更难了。那我们以什么理由抓他呢？人家想念过世的丈夫大半夜跑去墓地上坟，出于害怕丢掉装满纸钱的大包就跑，有问题吗？人家见哥哥缺钱就去银行取几百万现金，然后等哥哥到家做客把钱给哥哥，这有错吗？那就抓他那个哥哥李刚，那就更扯淡了。人家想念妹妹去妹妹家里做客，你就把人给抓起来，可就是他给幽灵送的钱啊！你有证据吗？不管怎么说，李娜必须抓，没罪名那就给他安个罪名。这件事不用讨论了，绝对不行。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你要是敢这么做，你信不信我立马就能撤你的职？我们是警察，不是土匪。说完，唐城气愤地转身离开了，而刘国栋却依然眉头紧皱。刘队，其实唐城说的没错，这种想法我们不该有，我们是警察。我知道，刚才我也是一时糊涂，以后不会有这种心思了。你别怪他，他也是为你好。我明白，你先去忙吧，让我一个人静静。看着王涛离开的背影，刘国栋也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当了10几年警察的他，见过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明明知道对方是罪犯却又不能抓的感觉，让他非常抓狂。而另一边，吴颖在收到李刚送的钱后，也开始了他的第3次狩猎。这次的目标是一个中年女人，然而对方在一番精心打扮和美颜拉满后，却秒变美女主播。吴颖找李娜要钱的目的，便是要在对方直播时装土豪刷礼物。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吴颖在消费上百万后，也慢慢得到了主播郑晚霞的信任。于是吴颖拿起了3号诺基亚，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幽灵你好，我是唐城。许久没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应该都挺想我的吧？他们我不清楚，至少我是挺想你的。要不你跟我讲讲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吧？哈哈哈，唐先生，别费劲了，你知道我不会给你任何了解我的机会的。好了，言归正传，这次游戏我会把目标的照片发给你们，然后你们有1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会杀了他。这次我想我还是会赢，你觉得呢，唐先生？对了，跟你交流很愉快。先等等，那个……随着电话挂断，会议室的众人顿时全都看向了吴强。这家伙绝对是专业的，时间卡得刚刚好，我刚定位到西红，他就挂断了电话，具体位置至少还需要10秒。听到这话的众人脸上全都写满了失望。就在这时，一名警员突然急匆匆地跑进了会议室。刘队，警队官网上有人发过来1张照片。闻言，吴强立马操作起来，但很快又失望地摇了摇头。对方使用的是匿名账号，且发完照片就立即注销了。那能不能还原这张照片的本来面貌呢？我记得不是有个软件就有这种功能吗？那种软件就是忽悠人的。这女人化了很浓的妆，且还有极强的美颜和修图痕迹，要还原这样的照片，没个几10年的发展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已经尽力了，只能到这个地步。这他妈怎么找人啊？众人看着电脑里那张毫无辨识度的妆后脸，很是头疼，就连王涛都忍不住爆出了粗口。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警队会议室内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争执。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把照片公布出去，让照片里的人自己来辨认。不行，这样会造成很多不可预测的后果。可是时间就快到了，要是再不动手，那女人就死定了。我们的建议中午就已经汇报上去了，上面明确表示不可以。我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你拿什么负责？没人能负得起这个责。再说了，你确定那么做了就能救到他了吗？至少可以试试吧。你不是不知道，一旦我们这么做了会是什么后果？警方的威严会降低，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度也会降低，社会影响巨大。中队，我知道你一心只想破案保护百姓，可是我们也要顾全大局啊！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队里这些辛辛苦苦的兄弟姐妹们考虑吧。哈哈哈，大局又是大局。算了，我去办公室休息会儿，这里交给你了。看着刘国栋离去的背影，唐晨无奈地摇了摇头。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干了10几年了还只是个队长，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这家伙就是个死脑筋。不过我却挺喜欢这样的人，而且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警察。想到这里，唐城也立即起身走出了会议室。而另一边，吴颖在确认警方没有公布照片后，微微一笑，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随后拿起手机发送了一条信息。收到消息的郑晚霞顿时大喜，毕竟他还想从对方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于是便立即回了过去。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自己能做饭，下次不要再点了我。眼看已经完全得到了对方的信任，吴颖立即提起一份外卖走了出去。时间很快来到2小时后，刑警队会议室内的气氛突然安静的可怕。就在众人对此正束手无策时，会议室的电话却准时响了起来。你好，西红柿刑警大队。唐先生，我是幽灵。看来你又赢了，说吧，你的猎物是谁？死在了哪里？郑晚霞，女，50岁，一人居小区2栋3单元1204。幽灵，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相信我可以把目的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可以不杀人就能达到你的目的。谢了，唐先生，我的目的就是杀人。挂断电话后，唐城无奈地看向了众人，
交给你们了。听到这话的众人没有丝毫犹豫，而是立即起身各司其职。毕竟这是重新组建专案组后第一次与幽灵的正面交锋，唐晨很期待这几人能给他带来惊喜。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外卖员徐二虎在一脸懵逼的状态下被带到了警局接待室。完了，我不会坐牢吧？不会被枪毙吧？我还没娶媳妇呢，我还不想死。别闹，就问问你昨天的情况，老实交代完你就可以回家了。听到这话的徐二虎顿时大喜，随后在王涛的提问下，徐二虎将昨晚送外卖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好了，你先在这里歇会儿，后面还有需要你的地方。随着王涛的离去，徐二虎也终于松了口气。他没想到自己第一次送外卖就摊上了这样的事。等出去后我就辞职换个工作，送外卖还是太危险了。此时会议室内众人正在进行第3次杀人预告案的分析会。死者于昨晚11点左右死在家中，死因为中毒。经检验，这种剧毒十分特别，名叫见血封喉。还有这种名字的剧毒？见血封喉其实是一种树的名称，出自西双版纳以及海南。这种树木的生存环境非常苛刻，只在热带雨林气候中才能生长，属为罕见。经研究发现，它的乳汁含有剧毒，是那种见血封喉的剧毒，因此就把此类毒素称为见血封喉。意思就是这种毒很难弄到。没错，民间很难弄到这种毒，哪怕是官方也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那这么看来，只要找到毒液的出处，也许就能找到幽灵。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顿时露出了满脸兴奋。很好，1个多月了，终于发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了。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经勘测可以确定当时死者屋内没有第二人存在，只有死者一人。外卖包装与装食物的容器我也仔细勘察过，但奇怪的是并未发现任何下毒痕迹，没有针眼，没有指纹，也没有2次拆开后的痕迹。也就是说，外卖在包装好后，直到死者吃下这期间都没人动过。这就奇怪了，既然中途没人动过，那么幽灵是如何下毒的呢？难道是在那家饭店的厨房里动的手？不太可能，要是幽灵敢出现在厨房，他就不是幽灵了。这样的行为太过愚蠢。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小强，说说你那边的情况。这次幽灵作案的手法近乎毫不掩饰，他用一个名为朱大光的身份进入郑晚霞直播间与郑晚霞相识，然后伪装成不太聪明的土财主，轻易让郑晚霞中逃，最后以讨好郑晚霞为由给对方点外卖，于是郑晚霞中毒身死。但有趣的是，那个朱大光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朱大光死后他的银行卡落到谁手上，或许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幽灵。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顿时眼前一亮，毕竟在组建专案组前的刑警队就犹如一只无头苍蝇，而如今组建后很快便找到了2条有用的线索。想到这里，刘国栋随即一脸期待地看向了心理学家胡梅。胡梅，你那边呢？幽灵是一个思维缜密的人，这一点通过他3次作案，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所以在作案的过程中，他一直避免亲自下场，力求不留破绽。但是在这3起案件中，他都做了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说是一些不太理智的行为，这很反常，而且也不符合他的行为逻辑。比如1号手机上留下的指纹和特殊颜料的数字，还有这次作案的毒液见血封喉，这3点都属于多余的行为。所以我在想，这几个不太明显的错误是不是他故意的？怎么说？指纹与红色数字就不说了，明显属于多余动作。但市面上明明有那么多好弄的剧毒，可他却偏偏要用罕见的见血封喉，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还有就是杀人预告，前面2次预告倒是合理，因为他要利用警方来间接的帮助他完成谋杀，但这次却不同，提前告知我们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猜测这些反常都是他故意为之，至于目的暂时还不清楚。对于前面3点，我倒是有个想法。那部手机上的指纹和数字1所使用的特殊颜料，还有这一次的见血封喉，都有可能是幽灵故意抛出来让我们去查的。他是想利用警方的力量来查一个他自己查不到的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要不要去查这3点呢？要是查出来了，不就正中幽灵的下怀了吗？当然要查，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这就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好，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2条有用的线索，但这还远远不够。小强，见血封喉这条线就交给你了。王涛，幽灵用的那个假身份朱大光这条线由你负责。至于破解幽灵如何下毒这一点，我去吧。接待室的那个外卖员正好派上用场。很快，唐成便带着外卖员徐二虎来到了当时取餐的地点，而唐成在经过一番现场还原以及行为推理后，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笑意。幽灵，你可真够小心的。骑手到店却不取餐，而是将其他外卖员全部赶了出去，甚至还要关掉店门，防止他们再次进来。原来他是在协助一名侦探办案。唐成在经过现场还原后，很快便推理出了凶手的作案方式。幽灵，你可真够小心的。随后，西红柿刑警队专案组的所有成员再次齐聚会议室。幽灵如何下毒的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么快？没错，正如前方所说的那样，外卖并未被动过手脚，也不是在途中被人下毒，因为时间根本不够。外卖员将车停在树下后便转身去取其他外卖，整个过程不到20秒，所以幽灵并不是在这里下毒，而是藏在那棵大树后面，趁机将外卖调包。也就是说，这2份外卖都是他点的，那幽灵又如何知道外卖员会刚好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呢？
这个问题胡梅应该能解释清楚。随着唐城的话音落下，众人立即转头看向了胡梅。我们每个人的很多行为看似随机，实际上却有很多都属于必然。比如突然听到有人尖叫，人们会下意识停下脚步；比如黑暗中看到某处有光，就会下意识靠近。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并不受控制，而是会依照本能去做。那家店外面有很多树，但有一棵明显比其他的都要大很多。当外卖员想要停车时，就会下意识把车停到最大的那一棵下面。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幽灵在动手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一模一样的外卖，然后藏在树后，等外卖员离开后迅速调包。那家店门口有监控吗？前后2个路口倒是有，但那棵树周围却没有，而且那一片四通八达，来往人群非常多，没办法查。这么看来，就相当于没有收获呀。怎么看你很高兴的样子呢？大家回想一下前面的2起案子，幽灵从始至终都没有亲自下场，而是游离于案子之外。说实话，如果他一直这样不下场，永远置身事外的话，我是没有一点信心抓住他。但这次却不同，他下场了，尽管依旧没给我们留下破绽，但这就意味着他没有强大到不可战胜。只要我们能看到每一个破绽，就一定能抓住他。所以在我看来，这次的收获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大。听到这话的众人瞬间打起了精神，仿佛胜利就在眼前。而回到办公室的唐城却对眼前的助理很是无奈。今天的会议记录整理好没有？那个还没有呢。白芒，你告诉我整整一个上午你都在干什么？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整理。总结就是把会议内容的重点总结出来，这你都不会吗？一个上午我一直在努力，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逻辑性。听完唐城只感觉好笑又好气，然而他却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自己选的助理，自己选的，不过必须要找人教教他。没逻辑性是个大问题，以后很多工作都没办法完成。行了，晚上跟我去一趟唐嫣那里，我给你找个老师教教你。白蒙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而另一边，吴影也开始为接下来的狩猎做准备，于是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幽灵，你就放过我吧，你让我做的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我可以把所有钱都给你，只求你放我一马。李娜，我对你没有恶意，也不会害你和你的孩子。但是不管你怎么想，如今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创建一家自媒体公司，越大越好。你想做什么？这不是你该问的，而且你知道的越少，你和你的家人就越安全。那这家公司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一切按照流程来就行，必须合规合法。等你创办好后，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挂断电话后，吴影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接下来该选择哪一个目标。就在这时，电话却突然又响了起来。晚上有空吗？出来喝酒啊？好啊，那你一会儿自己过去吧，就在我堂姐家，我现在还在警队里呢。那一会儿见。吴影被唐城的一通电话打乱了思绪，他不知道唐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想到唐城说的地点后，他又放松了下来。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当吴影敲开唐家的大门时，看到的却只有唐嫣一人。而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客厅里的气氛逐渐尴尬了起来。我去看看他们回来了没有。说完，两人同时愣住了，随后又坐了下来。今天下午萌萌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唐城想请你给他补课。你说的是上次在电影院的那个白萌吗？是的，但不是让你教他数学，他现在不是在给唐城当助理吗？偶尔需要处理一些文案，没有逻辑思维就没法做好工作。原来是这样啊！唐嫣姐，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路上太堵了。随着唐城和白萌的到来，客厅里的尴尬气氛瞬间就缓和了下来。很快几人便来到院子里，边吃边聊了起来。这样吧，以后我每周来一次，一方面给白萌培养逻辑思维，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给小东补课。没问题，不然这丫头真是太让我头疼了。可是这补课费……不用什么补课费。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你看我怎么说的来着？别看我姐平时看起来高冷，似乎很成熟的样子，其实啊，她心里依然住着个小孩，不然怎么能跟白萌成闺蜜呢？这就叫蛇鼠一窝，臭味相投。你才臭呢，我可香了。就在几人开始在打趣白萌时，见势不妙的白萌突然话锋一转。你们不知道那个幽灵有多恐怖，都杀了3个人了，我听说他有可能还会再杀人。说完，白萌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说错了话，随即转头看向了唐城，而唐城却没有丝毫反应。毕竟这件事儿早已经传开了，也没必要对身边的人隐瞒。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有听说过，据说那个幽灵已经让你们警方束手无策了，他真有这么厉害吗？束手无策谈不上，不过这个幽灵确实跟一般罪犯不同，目前来看要抓住他还需要一些时间。说到这里，唐城突然看向了吴影，而吴影见状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疑惑。怎么了？我哪里有问题吗？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发现警队里的心理专家给幽灵做的心理画像跟你还挺吻合的。听到这话的吴影如同当头一击，内心顿时翻江倒海。纵使他没有留下任何破绽，可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想到这里，吴影故作镇定地看向了唐城。你确定跟我很像？没错，真是越看越像。对了，吴影，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父母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孤儿，
对不起，我不该。没关系，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早就已经释怀了。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出生，但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说得好，来，干一个！聚会结束后，回到家的吴影神情变得无比凝重，倒不是担心被唐城怀疑，而是唐城的那一番话让他感受到了危机。不行，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一旦让那位心理专家把我的特征勾画完成，我迟早会被怀疑。看来我得改变一下自己的狩猎方式。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西红柿刑警队会议室内，王涛正在汇报这段时间以来的调查资料。自从案子发生以来，关于死者的资料收集我们从未停止过。不过碍于时间有限，并未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但是就在刚刚，我们经资料研究后，终于找到一处3名死者的交集点。是什么？快说来听听。神隐镇这处交集点还是在调查郑晚霞的资料时发现的。郑晚霞老家在神隐镇，而幽灵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也在神隐镇。再说孙伟，他虽然不是神隐镇人，但早年也在那边住过几年。还有赵华，他的建华地产在那边有不少项目。那么看来幽灵与神隐镇绝对脱不了关系。小强，难道你也有新发现了？我查过见血封侯近几10年流入内陆的记录，其中就有一处出处正是神隐镇。这么说来，幽灵杀人的动机多半与神隐镇有关，而且是复仇的可能性极大。确认有了突破口后，刘国栋立即安排人去神隐镇实地调查，而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监视李娜的2人身上。与此同时，辞掉外卖工作的徐二虎已经身穿制服成为了一名保安。站在夜店门口的他感觉这份工作比送外卖轻松且安全。就在此时，门内突然走出2位穿着不凡的中年人。张老板，我就不送你了，胡老板他们还在等着我呢。不送，我叫的车也已经到了，你们慢慢喝，我就先走了。说完，张文强拉开车门便钻了进去，而他不知道的是，开车的男人此时正死死地盯着他。很快，张文强便被带到了一片废弃厂区，而当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早已经被五花大绑，并且还被堵住了嘴巴。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不过没关系，你所有的疑惑我都会慢慢告诉你，毕竟有些话藏在我心里实在太久了。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吧。曾经有个小男孩，在他5岁之前过得很幸福，他有一个很温柔的妈妈。每当小男孩睡觉时，他都会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于是小男孩的梦中全是美好的童话。他有一个很忙的爸爸，虽然很少在家，但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带来惊喜，有礼物，有零食。他有一对无比宠溺他的爷爷奶奶，每当他犯了错，妈妈要惩罚他的时候，爷爷奶奶总会站出来护着他。他还有一个漂亮的姐姐，他总是喜欢跟在姐姐身后当跟屁虫。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小男孩家就被盯上了，有人想要谋夺他们家的财产。于是一个叫郑晚霞的人到处造谣，说这家人丧尽天良，做了很多坏事，还污蔑他们家骗取了大伙的土地租金。很快在郑晚霞的传播下，这家人的名声就臭了。也就在某个晚上，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当地几10名百姓到他们家闹事。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来浑水摸鱼的，可他们并不关心事情的真相，只知道这家人很有钱。于是在某些人的带头下，一群人像疯了一样冲进小男孩的家里，打砸抢烧。那个小男孩被一个好心人护着藏在水缸里，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被那群畜生打死，却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那个小男孩当时是什么感受吗？你不会明白的，那种感受就像是有人拿着刀一刀一刀的在你心口上狠狠的割。那晚就是你带的头，我知道是建华地产让你去做的，我还知道赵华那个蠢货是被利用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从未下场，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而拿到钱后，你就叫上孙伟他们鼓动百姓，这样一来，不管闹出多大的事儿，你们也不怕了，因为法不责众。事实也确实如此，建华地产在收买了当地警察后，他们就把我家那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办成了铁案，而那晚参与打砸的所有人，仅只是拘留了几天就放了出来，那场灭门惨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也许你已经忘了那件事了吧？你们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小男孩还活着，而现在他来找你们报仇来了。他每杀掉一个人，都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收尸。刘队长你好。幽灵，你又想干什么？张文强，那48岁，鹊桥娱乐老总，1个小时内找到他的话，也许还有微弱的机会救活他。给你们点提示，钢铁黄昏。再见了，张文强，下辈子做个好人吧。王八蛋！放下电话后，刘国栋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然而几小时后，审讯室里的徐二虎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有些哭笑不得。怎么又是你？我也不知道啊。你不是外卖员吗？怎么又跑去当保安了？上次不是因为外卖的事进局子了吗？所以我就想着这工作不安全，回去就把工作辞了。可谁知道就连当保安也这么危险。行了，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他是店里的常客，经常听经理叫他张老板。那他昨晚离开夜店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吧？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随后徐二虎将昨晚他看到的一切向王涛说了一遍。1个小时后，所有专案组成员再次齐聚会议室。死者手腕被割破，脖子上有电击痕迹，全身都有被捆绑后的淤青，但并无中毒或服用药剂
迹象，可以确定死因为大动脉出血导致的失血过多。幽灵这次作案依旧做好了非常严密的防护，现场无法收集到他的指纹以及 DNA。不过我在勘查中发现有3点值得一提。第一，现场发现了少许烟灰，尽管找不到烟头，但起码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幽灵是个抽烟者。第二，厂区外面有完整的轮胎痕迹，或许能借机找出幽灵车辆的型号。第三，根据现场凳子上面的灰尘情况来看，明显有人坐过，然后通过凳子4个角的挤压情况来计算，幽灵的体重大概在65到75公斤之间。关于幽灵的车辆，我这边已经有了结果。幽灵这次并没有刻意避开监控，而是近乎堂而皇之的将张文强带到了那片废弃厂区。根据前方提供的轮胎痕迹，再加上那晚的沿途监控，幽灵作案用的就是这辆车。说着，吴强便转过电脑。不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款车在西红没有10万也有8万，没办法一个个的查。况且车牌也是假的，所以这条线索就相当于没有。对了，还有一个坏消息，自从幽灵把手机扔到河里那次之后，我们就已经无法再定位到他的信号源了。每次打完电话，他都会将电话卡取出来销毁掉。听到这话的众人脸上闪过一丝失望，随后全都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胡梅。这次案子跟之前的3起案子完全不同，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做的。之前那3起案子设计巧妙，就像是一场表演，一场艺术，但这次却太过于简单粗暴。他就那么堂而皇之的出现，而且还亲自开车把张文强弄走，然后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亲手解决，这太奇怪了，根本不符合幽灵的做事风格。难道说我之前对他做的心理画像是错的吗？此时胡梅的表情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就连眼神中都充满了困惑和不解。见状，唐成立即开始了他的分析。那么就只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你之前做的心理画像确实错了，第二，这是幽灵故意的，他故意这么粗暴的作案，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你的判断。听到这话的胡梅并没有得到安慰，而是摇了摇头，显然他并不认同唐成的看法。你说的我也想过，可是你们不知道强行违背自己的行为逻辑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幽灵真是为了误导我而做出这样的改变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就真的太恐怖了。王涛，那个徐二虎怎么说的？据他所说，他确实亲眼看到张文强上了车，但是却没看到司机的脸。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撒谎。根据路口的监控可以看到那辆车没开窗，而且当时又是晚上。听完几人的分析，刘国栋脸上不免有些失望。他没想到这次明明是幽灵最简单的一次作案，然而警方却对此毫无头绪。想到这里，刘国栋有些不悦地看向了众人。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我们一条线索都没有吗？看来确实是这样。这一次看似简单粗暴，但正因为简单，需要他注意的地方反而很少，所以留下破绽的机会就小。那就再查查那个徐二虎，2次作案都有他，这也太巧了点。说完，刘国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会议室。而另一边，吴颖也按约来到唐嫣家里给白萌上课。想要具备逻辑思维，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用道家的话说叫做道法自然，用佛家的话说叫做因果。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饿了，那你该怎么办？饿了就吃东西啊。没错，饿了就该吃东西。那么这时候你会做什么？我会去买吃的。去什么地方买？超市、饭店或者奶茶店。所以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你饿了就需要吃东西，然后就会去超市这些地方买。这不是谁教你的，而是逻辑告诉你就该这么做。又比如你要画一幅画，你需要做些什么？先要买画纸、画笔、画框，然后再买杯奶茶就可以画画了呀。奶茶属于你的个人爱好，可以不考虑。所以你看，这也是逻辑。你要画画就必须要有画笔和画纸，否则就没法画画。就在吴颖正专心地向白萌讲解时，唐嫣和唐成突然走了过来。给白萌这傻子上课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弄死他？进度确实是慢了点，不过白萌很认真，看得出来他有在努力。哼，还是吴颖哥说话好听。很快，吴颖便结束了今天的课程，而唐成却在这时若有所思地看着吴颖。问你个问题，如果一个罪犯会在他犯罪时打电话通知警方，你说他是为什么呢？听到这话的吴颖故作思考，他没想到唐成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也许这个罪犯从小缺乏关爱，内心扭曲，于是想用这种办法得到关注吧，以此来抚慰空洞的内心。有道理，没想到你这个数学老师还懂些心理学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杂书，这也是书上看到的。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还有其他可能吗？人在做事的时候总有目的，也许有些事表面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只要找到关键点，总能发现其中隐藏的目的。听完，唐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坐在办公室的唐成还在思考昨天和吴颖的对话。
他说的没错，一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何况还是幽灵这样的高智商罪犯。首先，他绝不是心理扭曲，也不是为了好玩，更加不是为了戏弄警方。那么幽灵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事情搞大，搞得越大越好。如此一来就会引起警方的重视。而幽灵的杀人动机已经确定，那就是复仇。如今他已经杀了4个人，并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说明他的仇人很多。既然仇人很多，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些仇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但他一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调查清楚，因此他才挑衅我们，想方设法把事情搞大，迫使我们动用国家的力量去查，最后帮他找出他自己找不出来的仇人。想到这里，唐成突然猛地站了起来，随后露出一脸得意的微笑。幽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主动权可就到我手里了。与此同时，河边别墅里，李娜也再次接到了幽灵的电话。公司筹备的怎么样了？程序基本走完了，只要人才到位，随时可以开始运营。很好，等公司开始运营，你多挣点钱，把公司做大做强。你放心，这家公司我只会在关键时候用一用，并不会损坏公司的利益，反而会让它越发壮大。而且你也明白，赵华死后，虽然他的股份被你继承，但建华地产迟早会易主，你留不住的。所以早点抽身出来，好好经营这家公司，这才是你的根基。我明白。挂断电话后，李娜立即将手机关机，随后掏出另一部手机拨了出去。你那边加快进度，尽快让公司开始运营起来。好的，小妹，总经理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只等那边同意了。好，有什么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然而李娜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经监视到了她的这一举动。近1个月来，李娜不断将建华地产的股份套现，并投入巨资组建了一家多媒体公司，名为妮娜传媒。这家公司由李娜的大哥李刚负责，注册资金为5000万，但实际投入看这架势，估计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你们说这家公司会不会与幽灵有关？表面上看确实没什么问题，赵华死后，建华地产那些股东肯定会想办法把李娜踢出去。这女人也很聪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而是第一时间套现离场，选择重新创办一家公司作为根基。不过还是要安些钉子的，万一这家公司真的与幽灵有关呢？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派什么人去合适呢？反正不能以官方的名义去办这件事儿。为什么？因为不管你做的再隐晦，但凡官方出手安排进去的人，就一定会有痕迹，且很容易被发现。你没从事过商业，也许不懂其中的道理，反正信我就对了。可是官方不下场的话，这事儿不好操作啊。很简单，私人名义不就行了吗？比如我有一个堂姐，最近工作很不愉快，想换个环境，恰好她大学时期学的就是传媒，加上有3年工作经验，你们说她去妮娜传媒应聘不是理所当然吗？而且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是利用了身边人，如果这家公司安分守己，绝对是个好去处。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李梦对这家公司期望很高，投入也大，所以咱们的熟人进入公司后，前途方面还是有保障的。这个方案可行，我有个侄儿正好可以去试试。你还别说，我也有个远房表弟，最近正求着我给他安排工作。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这事儿就我们3人知道就行，你们懂的。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说完，唐成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而回到家后，他便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唐嫣。你觉得怎么样？要是心里不舒服，就当我没说，我重新找人。我同意，这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妮娜传媒是初见，而且投入巨大，只要我有能力，前途方面不用担心。况且我这颗钉子平时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是发现有异常情况才私下跟你沟通。实际上，我身边要是有什么异常的事儿，原本就会跟你们聊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心理负担。那你准备一下，早点辞职去应聘，越早去越能得到重用。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吴影在给白萌上完课后，几人便来到院子里闲聊了起来。嫣姐，你的新工作怎么样了？已经办妥了，下周一就能去上班。你换工作了呀？前几天辞职的，去了一家新创办的自媒体公司。新办的自媒体公司不会这样巧吧？那个新公司叫什么？妮娜传媒。怎么了？你也听说过吗？听到这话的吴影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同时他也猜到这跟唐成脱不了干系。就在这时，唐成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而唐成接起后，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神偶，幽灵又作案了。他明明是个高中老师，却手握99人的复仇名单，且每次杀人前他都要打电话通知警察。我是幽灵，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然而这一次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可警方却接到了他杀人的通知。你说什么？幽灵又作案了？收到消息的唐成立即起身走了出去，而真正的幽灵此时却是满头雾水。很快，专案组的众人再次齐聚会议室。就在王涛向大家介绍了此次案件的一些细节后，众人脸上却充满了怀疑。这不是幽灵做的。我也这么认为。那这个案子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交出去干嘛？这么久都没抓住幽灵，上面对我们已经很有意见了。如今有人给我们送来功劳，干嘛不接住呢？好了，说说案子吧。虽说不是幽灵干的，但毕竟是命案，也不能大意。
随着刘国栋的话音落下，众人立即打起来精神。此时法医周沧海开始了第一个汇报。死者被捅了3刀，致命伤是胸口那一刀，鲜血溅得到处都是，整个现场就一个死，恶心。凶手是从靠街窗户爬进2楼的，尽管处理过很久，但是却处理得很粗糙，看样子应该是第一次作案。还有我在空调外机上提取到了凶手汗液与少许毛发，只要找到嫌疑人一对比就能知道是不是凶手了。沿途的监控我也看了，并没有拍到人，说明此人对附近监控位置很了解。死者为年轻女性，再根据作案现场来看，我估计是情杀。听完几位专家的分析，唐城也随即露出了满脸的镇定。这个案子毫无难度，凶手应该是警方内部的人，不是警队的就是派出所的，否则他不会想到模仿幽灵作案，也不会知道幽灵作案会跟我们打电话。但这人职位应该不高，显然并不清楚幽灵作案的细节，所以调查方法很简单，先查清死者人际关系，再把所有可能作案的人进行 DNA 对比就行。很快，在警方的 DNA 比对下，幽灵的模仿者便被捉拿归案，而真正的幽灵也开始为接下来的大动作做准备。我找小明侦探。我就是，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需要你调查一个人，我要知道他近期的日程安排。你要查的人是谁？孔万山，金阳区派出所所长。30万，如果最后没能拿到证据，退你1半。我给你50万，我要知道他近半个月内的所有行程，哪怕是上厕所。成交，怎么交易？今晚12点，你到中山公园取钱，我会把钱放在健身区旁边第2个垃圾桶内。没问题，等我好消息吧。挂断电话后，严明立即起身走了出去。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严明在调查完所需资料后，拿起了对方留下的手机拨了出去。兄弟，事情已经办妥了。这么快，不会有差错吧？兄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小明侦探啥时候出过错。那好，今晚12点，你将东西放到中山公园健身区左边第1个垃圾桶内，然后再帮我办一件事。酬劳你说？那得看是什么事儿。金阳梧桐社区3天后有一场活动，我需要那场活动的流程表。这是小事儿，什么酬劳不酬劳的，江湖走马。我小明侦探走的是路，交的是朋友。要是兄弟觉得我还行的话，以后咱们就是朋友，有需要尽管找我。行，下次还找你。挂断电话后，严明又拿出了另一部手机拨了出去。二虎在干啥呢？找工作啊。你不是才换了工作吗？怎么又在找了？说来话长，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徐二虎随即将这些天的遭遇向严明说了一遍，而严明听完顿时眼前一亮。那你觉得兄弟我如今混得怎么样啊？当然好啊，你都不知道那时候你开车回家时我有多羡慕。对了，六子，你到底在干啥？二虎，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想要出人头地、混出点名堂那是很难的，光努力根本没用，特别是我们这种农村出来的泥腿子。我这些年算是看明白了，靠自己根本没戏。如果没人提携，想要混出头，那就是白日做梦。我呢就想告诉你，想要混出头就得有人带。听到这话的徐二虎顿时来了兴趣，那你带我呗。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今天就过来。那我还会进局子吗？有可能，不过就算进去，肯定很快就能出来，就跟你这2次进局子一样。那我考虑考虑吧。听到这话的徐二虎顿时心里没底了，毕竟他才来西红柿几天，便已经进去了2次。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拿到活动流程表的吴颖开始规划起了下一场复仇。如果只是杀掉孔万山的话，哪里都可以下手。可是想要把事情搞得够大够轰动，那么就只能选一个好地方了。兄弟，可别说我不照顾你，这次就给你们送点小礼物，不用谢我。想到这里，吴颖忍不住勾起了嘴角。与此同时，审讯室内一名惯偷因被举报再一次被抓了进来。姓名？警官，都老相识了，能不能跳过这个流程？姓名？林莽。我说林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太好奇了。实际上我也不清楚，一开始我只是看那个小区比较豪华，就想着进去偷辆豪车出来卖，可谁知道偷出来后却卖不掉，没人敢接手，所以我只能开着车玩了一圈就把车还了回去。后来见没人管我，我就又去那个小区偷了几次豪车，每次还车时还顺便给他加马油。那你知不知道是谁报的警？不知道。你2个多月以来几乎把那个小区的所有车偷了个遍，但唯独有1辆没偷，那是一辆辉腾。后来那个车主知道后很愤怒，认为你看不起他，所以就把你给举报了。奇怪的是，其他人都纷纷表示你没有偷车，都是他们自愿借给你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定你的偷窃罪，因为举报你的那个人你并没有偷他的车，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就在林莽高兴地走出警局时，却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这有个活儿，酬劳30万，可以先给你5万，事成之后再给你剩下的25万。你是谁？我怎么相信你？你一个小偷，我有必要骗你吗？那你说吧，什么活儿？很简单，你最擅长的偷东西。不过这一次不只是偷，而是要调包。吴颖随后将所有细节向林莽详细的说了一遍。都听明白了吧？我再提醒你一次，那个盒子千万不能打开，否则不但剩下的钱你1分都拿不到，而且我还会让你付出代价。你放心，只要钱到位，什么都好说。今晚12点，我会把定金和需要你调包的东西放在中山公园健身区左边第1个垃圾桶里，你自己去拿。
时间很快来到梧桐社区的活动现场。作为金阳区的派出所所长，孔万山第一个走上了演讲高台，而此时工作人员却递过来一个盒子。就在孔万山打开的一瞬间，突然两眼圆瞪，随后直直的向后倒去。与此同时，林莽也在完事后给吴莹打去了电话。那个盒子已经换过来了，我现在去哪里找你？金阳区派出所旁边的红建路路口，我在那里等你。记住，到了那里不能下车，就在车里等我，以免被人看到。好，我马上过来。说完，林莽立即开车前往幽灵所说的位置。与此同时，金阳区副所长于刚也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于所你好，我是王秋。王秋啊，你怎么不用你的电话打给我？孔所长让我给你送样东西，不方便用自己的电话。听到这话的于刚瞬间秒懂，毕竟他和孔万山在20年前的神隐镇便已经站在了一条船上。那我去哪里见你？就在旁边的路口，等会儿我会把车停在那里，您上来就行。行，那你注意点，别被人看到了。挂断电话后，于刚立即起身往外走去。当他走到路口时，刚好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就在他伸手握住把手想要拉开车门时，突然感觉手心一阵刺痛，随后重重的摔倒在地。车上的林莽见状立即下车查看，然而当他看到地上的于刚口鼻流出的鲜血后，立即跳上车扬长而去。与此同时，市刑警队也接到了幽灵的电话。孔万山，男，52岁，金阳区派出所所长；于刚，男，47岁，金阳区派出所副所长。这两个人刚才被谋杀，凶手现在正开车往建华路方向逃跑，你们可要抓紧了。挂断电话后，刘国栋立即叫来了王涛和唐成，简单和两人说了一下情况后，开始安排出警。王涛立即派人去幽灵给的位置抓人，抓住人后第一时间带回来，不准任何人靠近他。听完，王涛迅速离开了办公室，而唐成却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刘国栋。刘队，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糟糕，对我们而言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儿。好事儿？这次死的可是2个所长，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你好好回忆一下，刚才电话里幽灵是不是没有承认是自己杀的这2个人？他只是说这2人死了，凶手正在潜逃，让我们去抓。那又怎么样？这2个人明显就是幽灵杀的。我知道凶手肯定是他，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你先回答我，他是不是没有承认，并声称凶手另有其人？没错，他确实是这样说的。但是，那好，你想想幽灵为什么不承认呢？之前的4次作案，他可都是大大方方的告诉我们他要杀人，而这一次他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听到这话的刘国栋随即陷入了沉思。片刻后，刘国栋一脸认真的看向了唐成。难道是他不想背上杀官的罪名？没错，幽灵是个谨慎的人，虽然自负，但他也怕我们发起疯来不按规矩办事。不说别的，一旦我们发疯，肯定会先抓李娜，这样一来他就少了个帮手。不仅如此，我们发疯对他以后作案影响也极大。所以这次作案他就找了个替罪羊，而且还把位置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抓。没错，而且等我们抓到人后，我们就会发现人证物证全都有，证据链非常齐全，立马就能给这个倒霉蛋定罪。你想想，在死了2个官的情况下，上面肯定会震怒，而这个时候只有抓住凶手，迅速破案，才能让我们只有功没有过。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要配合他，我们别无选择。其实这次事件也是幽灵想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他希望我们守规矩，在规矩内与他较量。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刑警队会议室内，唐成和刘国栋脸上均是复杂的表情。林莽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清楚。不过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就此结束，不管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任何人不能再去查。听完，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见状，唐成也开始了他的总结与分析。林莽案已经尘埃落地，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全力破获幽灵预告案。自这起连环杀人案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这段时间，不管是我们还是下面的人都兢兢业业，近乎不眠不休。可直到现在，我们掌握的线索也只能用屈指可数来形容，并且这些线索中大多还是幽灵故意留给我们的。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我们抓到幽灵的唯一机会就只有祈祷他会犯错。但幽灵这样的一个高智商罪犯，他会犯错吗？他会把证据送到我们手上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思路，自己掌握主动权，不能再这样被动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目标，又怎么掌握主动权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接下来我们要分4步走。第一，继续常规调查，这是不变的。第二，通过神隐阵来找出幽灵。你们看之前的赵华、孙伟、郑晚夏、张文强，他们都与神隐镇有关。如今再看孔万山和于刚，两人在20年前刚好也在神隐镇派出所上班，而那个倒霉蛋林莽那时候同样也在神隐镇。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可以确定的是这7个人当时共同参与了某件事，而正是因为那件事才导致了幽灵的复仇。只要搞清楚了那件事，我们就能根据那件事的其余参与者来预测幽灵的下一次复仇目标。第三，继续描绘幽灵的心理画像。胡梅，我相信你的专业，相信你的判断，也请你相信自己。之前的张文强一案大概是幽灵故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干扰你的判断，希望你不要中招。你是我请来的，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我相信你。
听到这话的胡梅顿时心里一暖，随后重重的点了点头。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全力调查幽灵故意留下来的那些线索，他不是想要我们查吗？那我们就狠狠的查，一旦有了结果，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结果来设局，哪怕他明知是陷阱，也一定会踩进来，这一点我不会猜错。各位，之前的较量我们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但是从今天起新的战争开始了，而这次我们一定会赢。小偷每次偷完车都会加满油再还回去，甚至每次还车时他还会把车给洗干净。很快整个小区的车就被他偷完了。然而这次从不失手的小偷却被抓了个正着。你2个多月以来几乎把那个小区的所有车都偷了个遍，但唯独有一辆你没偷，那是一辆辉腾。那个车主很愤怒，认为你看不起他，所以就把你给举报了。但奇怪的是，其他人都纷纷表示你没有偷车，都是他们自愿借给你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定你的偷窃罪，因为举报你的那个人你并没有偷他的车，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很快林莽便被释放了出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也即将成为幽灵复仇的工具。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西红柿刑警队会议室内，唐城正在为幽灵的几次作案做总结。各位，之前的较量我们已经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但是从今天起新的战争开始了，而这次我们一定会赢。唐城随即向众人介绍起了新的调查方向，而被派到神隐镇的牛马2人也在这时接到了王涛的电话。老大说了啥？怎么看你这么高兴？刚才老大告诉我，只要能查出20年前神隐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幽灵复仇的，不但能升职加薪，还能得到一份额外奖金。额外奖金是多少？牛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伸出了5个手指。见状，马磊顿时眼前一亮，50万，这么多？是500万。听到这话的马磊瞬间就愣住了，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可能吧，一个案子而已，怎么可能给这么多？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老大说这是唐顾问动用关系从企业那里拉到的赞助。不仅如此，唐顾问还承诺只要能提供他想要的情报，他会动用他父亲的关系帮这个人弄一个好职位。得，快收拾一下出去了。去哪里？去查案子啊。你先别着急，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什么意思？首先，这500万只有查出幽灵的身份以后才能下发，而且这笔奖金也不是给某一个人的，而是对查出幽灵身份做出贡献的所有人一起来分这500万。就算是这样，那只要我们顺利完成任务，你我也能各分一半啊。确实没问题，但现在神隐镇可不止我们2个人。听老大说，队里又有一批人即将下来，但不会跟我们一起，各查各的。还有就是，据说西红很多私家侦探也动了心思，正在往神隐镇赶来。也就是说，很快这个镇子将会迎来至少2拨人，谁能笑到最后还不好说呢。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快进度啊，免得被那些混蛋挑了桃子。你先冷静点听我说，如今我们已经确定幽灵与20多年前某件事有关，但具体什么事还不清楚。而这段时间我们把镇上大半人家都给问了一遍，但依旧没有收获。按照我们原本计划，现在该去附近的乡村询问了是吧？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竞争者，那我们这么做完全没问题。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那些狗日的要来抢我们的功劳，我们不能再这样一步步走了，必须想个法子走捷径。那你有什么法子？目前还没想到，要不我们从头到尾捋一遍吧，看看是不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首先来到神隐镇后，我们先是调查了建华地产，又调查了孙伟，最后发现这2人并不具备调查价值，后来选择主攻郑晚霞。没错，直到幽灵最近的一次作案，我们才终于确定这些受害人全都交集在20年前的神隐镇。后来我们去了镇上派出所打听2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可惜的是那段时期的记录全都已经被销毁了，于是我们只能挨家挨户询问。按理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不应该没有收获啊，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知道我们哪里出问题了，你还记得10年前我国发生过什么大事吗？时间太久不记得了。那我换一个方式，如果我问你10年前我国发生过什么重大自然灾害，那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了，10年前盆川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这谁都不会忘。那你再回想一下我刚刚问的2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吗？听到这话的牛明突然眼前一亮，随后激动地站了起来。我明白了，我们的问题就是问法不对，我们应该问得更具体点，比如问他们20年前是否有什么重大的命案。对啊，幽灵既然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血海深仇，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仇恨呢？既然是大事，那就一定有人还记得。现在知道还不晚，至少我们还是占着先机的。那赶紧走，现在就去问。说着，2人立即起身往外走去。与此同时，作为王涛的线人以及地下侦探严明自然也收到了警方的奖励消息。酬金确实够诱人，不过官方派下去的人就有2批，还不算暗地里的线人，我的赢面不大。想到这里，严明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徐二虎的电话。二虎，我这有个任务给你，你是第一次跟我办事，我也就直说了。这次任务的难度很大，但是酬劳很高。这次要是办好了，奖金全都归你，我1分不要。那奖金有多少啊？ 100万，不过这钱可不好拿，等你过来看了任务资料就明白了。
那如果办不好呢？办不好也没关系，尽力就行。我给你2个月时间，要是没收获，直接放弃就行了。那好，我现在就过去找你。挂断电话后，徐二虎没有丝毫犹豫，而是立即往严明的工作室走去。而另一边，牛马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间小卖部。老板，你还记得20多年前镇上发生过什么重大命案吗？听到这话的老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满脸疑惑地看向了两人。而牛明见状，立即掏出了自己的证件。老人家，你不用怕，我们是警察。当年确实有一件惨案，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想问的。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来了兴趣，麻烦老板详细说说。应该是21年前吧，当时镇上有户人家被灭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听说那家人因为作恶多端，大家上门讨公道，结果发生了意外，那家人在混乱中全都被打死了。老板，你确定那家人全都死了吗？都死了，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而且从那以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们。那家人姓什么？家里都有哪些人？姓严，严家总共有6口人，老头子叫严建国，至于其他人叫什么名字我就不记得了。老人随后将他所知道的全部向两人说了一遍，而两人在了解完后立即走出了小卖部。我感觉应该就是这起灭门案，从这老者的话里可以听出严家人并非作恶多端，反而是良善人家。至于那晚的意外事故，也许不是意外，而是一场阴谋。如果是这样，那么幽灵复仇也就顺理成章了。可问题是，如果严家人都死了，那到底是谁在复仇呢？难不成还真是他们家的幽灵不成？也许是他们家某个亲戚，也不是没有可能。先不考虑这个了，我们再多问几个人，先要确认幽灵复仇是不是源于这起灭门案。如果是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说着，两人继续往村里走去。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吴影在唐城的邀约下来到了唐家，而唐城却成为了迟到的那个人。真羡慕吴影哥，有暑假可以敞开了玩，想想就开心。羡慕我干啥？我可是听唐城说你是警队里最闲的那个。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不一样了。哼，都怪唐城这家伙。听到这话的吴影顿时感觉有些好奇，于是看向了一旁的唐嫣。确实是这样，唐城都开始认真了，萌萌这个助理难道还能轻松吗？认真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是上周4吧，那天晚上唐城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变了，非常严肃。认识他那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回来后他一个字都没跟我说，一头扎进卧室，然后就听到他跟他爸打电话。虽然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但我能大概猜到应该是工作上的事。听到这话的吴影顿时陷入了沉思。什么事能让唐城如此认真呢？恐怕除了幽灵也没有其他可能了。也对，上次林莽那个案子让他们吃了个闷亏，也许刺激到了他。这么看来，我也必须加快进度了。如果让你们查到我老家那边去，我的处境恐怕将不再安全。就在吴影还在沉思之际，唐城也恰好赶了过来。不好意思，最近事情太多了，一下子没注意时间。对了，吴影，好长时间没见了，最近都在忙啥呢？我还能忙什么？小东他们不是马上高3了吗？趁着这个暑假给他们准备些复习资料，其余时间的话看看书上网，然后到处逛逛。听说你最近挺忙的呀？你知道的，我是一个懒人，很讨厌麻烦事儿，但很多时候有些事又不得不去做。是因为那个幽灵吗？没错，就是因为他。看起来这个人似乎很难抓呀。那是相当难抓，你恐怕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罪犯。我从警这么多年来，别说见了，连听都没听过这么高智商的罪犯，这次也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幽灵既然这么厉害，那他为何还要当个罪犯呢？世事无常，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罪犯也是人，除了那些天生的坏种，其余罪犯要么是牟利，要么是冲动，甚至有的是复仇。当警察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例子了。说实话，我还挺欣赏这个幽灵的。欣赏？他可是你的敌人。没错，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所以我会全力抓捕他。说完，唐城露出了一个邪恶的微笑。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一间高档办公室内，一名穿着简陋的男人正恶狠狠地盯着谭强。谭强，你不得好死！董大军，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别再来烦我，否则你跟你那个婊子女儿一定会死得很惨。我说的。很快，董大军便被谭强的小弟赶了出来，而这一幕正好被监视谭强的吴影看见。随后，吴影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严明的电话。是我，原来是兄弟你啊！怎么，有什么事儿需要兄弟效劳的吗？帮我调查个人，照片已经发给你了，只要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我都想要。没问题，最多5天给你回复。还是老规矩，晚上12点去中山公园取钱。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董大军强装镇定地看着眼前的女儿。小敏，这段时间你在家好好休息，爸要出差几天。说完，董大军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很快，他便来到谭强的夜总会对面等待了起来。而2小时后，谭强也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董大军见状，抄起小刀就要冲上去，然而却被开过来的一辆黑色轿车挡住了去路。赶快上车！男人每天练习拔枪10万次，却又从未开过一次枪，为的只是练出最快的拔枪速度。而能把一个老实男人逼到如此地步，全是因为自己的女儿。
原来就在2天前，董大军在得知自己的女儿被人轮流侮辱后，他便来到主谋谭强的门外，准备刺杀谭强。然而就在他快要得手时，却被一名黑衣人拦了下来。你是谁？你想干什么？谭强是我的仇人，他亲手打死了我的父亲，当着我的面。那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我？我不是要阻止你杀他，而是在阻止你寻死。谭强这个畜生不配跟你我换命。你的意思是你也想杀了他？当然，不过既然有你在，就由你来动手吧。按照我的办法动手。你有什么办法？一个杀掉他后你不会有事的办法。听完董大军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吴影随即将他的计划向董大军详细的说了一遍。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看着眼前的女儿，董大军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敏，我知道现在的你肯定很难受，我也明白你暂时还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爸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放心，再给爸爸一点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完，董大军缓缓起身走了出去。很快，他便来到中山公园的一个垃圾桶旁，接着从里面取出了吴影为他准备的复仇工具。随后，他按吴影的指示找到了谭强上班的必经之地，走到一棵树后隐蔽了起来。这时，董大军的手机也准时响了起来。2分钟后目标就会抵达，你有30秒的时间行动，否则就有被发现的可能。收到指令的董大军随即将准备好的路障放到了路中央。几十秒后，果然一辆汽车缓缓开了过来，随后一名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妈的，这是什么情况？术后的董大军眼看时机成熟，随即抬起手里的玩具枪扣动扳机，看到银针射中谭强后，董大军立即转身消失在了树林里。然而就在谭强还在疑惑为什么没有枪声时，突然一股眩晕感袭来，随后重重的摔倒在地。而另一边，跑到远处的董大军也拨通了吴影的电话。成功了，我现在已经来到山脚下了。很好，你现在换掉衣服就可以回去了。挂断电话后，吴影又拿起了另一部手机拨了出去。唐先生，好久不见。原来是幽灵先生，彼此。哦，对了，有个坏消息告诉你，你恐怕藏不了多久了。哦，真的吗？那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又杀了个人。谭强，那44岁，长虹金融服务公司老总。对了，这人已经死在了他的半山别墅下面，建议你们尽快派人过去，否则现场很快就会被破坏干净了。不得不说，幽灵先生对我们可真好，每次发生命案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按照规定，你这样的好事民警队是要给你发证书的，你看要不抽个时间过来领吧？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但我最近挺忙的，你看时间又到了，再说下去我可就要被你们定位了。随着幽灵的电话挂断，唐城对面的吴强也无奈地摇了摇头。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董大军在安抚好女儿后，便来到了和吴影约定的位置。你难道对我就没有怀疑？不想知道我是谁？首先，我很感激你。如果那天你没有阻止我，也许我杀不掉谭强，也许能杀掉然后自杀。但不管哪一种结果，我都会完蛋。至于你是谁，我并不在乎，也不重要。我只知道你救了我，也帮我报仇雪恨了，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恩人。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让你再帮帮我。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普通人。你能查清我的资料，还能想出这么精妙的方法杀掉谭强，那么你也一定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女儿好起来。只要你肯帮我，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我这条命。好，我帮你。从今以后，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不过你女儿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分为身体和心理2个方面去考虑。她本是一个传统纯良的姑娘，和你这个父亲一样，自从被人下套失足后，便开始自责和愧疚，之后又检查出性病，这就是她想要自杀的根本原因。听到这里，董大军突然挥起手打了自己一耳光。都怪我，是我没保护好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求你教教我。首先，自责和愧疚感才是他抑郁寻死的主要原因。你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从你妻子死后，你含辛茹苦将他养大，对他来说压力有多大。他只是个孩子，你越是辛苦，他就会越自责，认为自己对你来说就是个负担。再加上如今又发生了这种事，他的愧疚和自责感已经达到了顶峰。你的每一次叹息，每一次哭泣，甚至是每一次安慰，对他来说都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也不是照顾，而是摆脱那种自责感，这样他才能踏实睡个好觉，踏实的活着。其余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但这个问题刻不容缓。你说的没错，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很简单，首先你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哪怕是装，你也要让他知道你很快乐。只要你快乐，他的自责感就会减少。当他发现他的存在只会给你带来幸福而不是负担，那他还有什么理由自责呢？好，我明白了。还有呢？你杀谭强的事儿也许瞒不住他，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听完，董大军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女儿知道。而另一边，西红柿刑警队专案组的成员也在这时齐聚会议室。我这里没什么可说的，跟孔万山一样，谭强是被涂满见血封喉的银针射中，急速中毒而死。幽灵是从道路右侧的围墙进出现场的，痕迹很多，但除了几个脚印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而且这个脚印有些奇怪。
哪里奇怪？根据之前几次作案现场可以推测出幽灵的体重应该在65到75公斤之间，但这次的脚印却不够深。我在现场让一位65公斤左右的人戴上脚套踩踏地面，结果这人踩出的脚印深度比幽灵留下的脚印要深一些。这能说明什么？说明幽灵的体重在65公斤以下，可是他的身高在180以上啊！如果才130斤的话，那未免也太瘦了点吧？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这次作案的并非幽灵本人，当然也有可能如胡梅所说，幽灵是个很瘦的人。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先不管这个，听听小强怎么说。现场是一条单行道，前后路口都有监控，不过很明显，凶手是从树林中进出的，监控并没有拍到，因此也无法判断凶手作案后逃向了哪里，所以我这边没有线索可查。就在几位专家分析完后，唐城也开始了他的总结。幽灵选在这里下手是因为谭强每天早上都会从这里经过，而幽灵设置好路障后便躲到了一旁的树后等待时机。因为这是单行道无法掉头，所以谭强被路障挡住后只能下车查看。幽灵就是在这时候将涂满见血封喉的银针射入谭强体内的，整个过程没有监控拍到，也没有指纹和 DNA 留下，难道真的有那么完美的犯罪吗？等等，幽灵是怎么保证路障设好后第一辆开过来的车一定是谭强呢？对啊，幽灵躲在树后就只能看到这条小道，那外面的情况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就在两人提出疑问时，唐城却突然眼前一亮。我知道了，这次动手的不是幽灵，而是他的帮手。帮手？没错，这也就解释了脚印的问题。当时动手的是那个帮手，而幽灵则是在其他地方观察，也只有这样整场谋杀才算完美。这么说来，我们还是没有线索可查啊。确实如此，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幽灵不仅有李娜这个帮手，还有另外一个体重在65公斤以下的男性。以前他有一个李娜就已经让我们很头疼了，现在又多出来一个，这样下去要什么时候才能抓住这家伙？应该要快了，那3条线只要有一条出了结果，就是我们翻盘的时候。此时唐城的眼神无比坚定，他相信很快便会与幽灵一决高下。而另一边，被派到神隐镇调查的两人也在这时有了新的进展。你说的是里面那个孙伟吗？认识啊？怎么了？听到这话的两人兴奋地对视了一眼，随后激动地看向了眼前这个人。你真的认识孙伟？确实认识，2年前我还去西康找过他。怎么了？他出什么事儿了吗？20年前镇上不是发生过一起灭门案吗？那时候有很多人去闹事，你好好想想，孙伟当时去了吗？你们说的什么灭门案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倒是回忆起一件事儿，应该就是那时候吧。有天晚上有人来找孙伟，没多久2人就一起出去了。等第2天早上，孙伟一回家就急急忙忙收拾东西跟我说他要回市里。我记得当时我还问他来着，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就说有空让我去西康找他，然后他就再也没来过这里。那天来找孙伟的人是不是叫张文强？对，就是这个张什么强的。两人随后对眼前这个男人展开了一系列的询问，很快两人便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上报给了王涛。既然幽灵杀人的动机已经确定了，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最后2个任务：第一，找出是谁在复仇；第二，查出当时参与闹事的所有人，有情况了第一时间上报给我。挂断电话后，马磊忍不住有些激动。这2个任务，但凡我们能搞定一个，我们就发了。现在只差临门一脚，千万不能松懈了。可是这最后2个任务也没那么简单，要找出是谁在复仇还相对简单些，要么是严家当时有可能存在的幸存者，要么就是严家某个亲戚朋友。但要查出剩余参与者名单就没那么容易了，就连派出所的资料都全部被毁得干干净净，而且当时在任的警员到现在也是死的死，失踪的失踪。说完，两人同时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另一边，收到消息的王涛很快便把两人的调查结果告知了刘国栋和唐城。刘国栋在听完后顿时眼前一亮，终于要抓到他了。我都3个多月没正常下过班了，终于要解脱了。然而就在两人还沉浸在即将破案的喜悦中时，一旁的唐城却皱起了眉头。也许没你们想的那么乐观。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满脸兴奋的两人瞬间就变了脸色，随后纷纷疑惑地看向了唐城。尽管动机已经确定，且凶手也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严家可能存在的幸存者，要么就是严家的那些亲友。但实话说，你们认为严家那些亲朋真的愿意为他们杀人吗？而且还不止杀一个。也就是说，幽灵应该就是严家灭门案的幸存者？没错，基于这个结果，再加上我们对幽灵的了解，这家伙的身份则呼之欲出，那就是严家的第3代男丁，那个当年只有5岁的严若安。既然你已经推测出幽灵的身份，那为什么当年5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5、6岁了，相貌早已经大变，没人认得出来？还有就是根据牛明和马磊的调查得知，自那件事后严家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明严若安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幽灵是另一个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只查到了幽灵的过去，对幽灵的现在依旧知之甚少。你的意思是，只有查出剩余的参与者才是对我们有用的？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不过有一点我始终想不通，当年神隐镇派出所的那些人不是死就是失踪，直到现在一个活的都没有，这根本说不通，一定有人在搞事。会不会是幽灵干的？
我并不觉得这是幽灵做的。据我了解，幽灵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不应该会迁怒这些人才对。而且如果真是幽灵做的，他没道理把孔万山和于刚单独留到现在，应该在处理之前那些人的时候一起给杀掉才对。所以我始终觉得那起灭门案恐怕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随着唐城的话音落下，办公室里顿时安静的可怕。他们本以为牛马二人带来的是突破性的进展，然而经过唐城的一番分析后，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就在这时，接警员张敏却急匆匆地跑进了办公室。刘队，红星派出所刚刚接到一起命案，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幽灵又没打电话来，肯定不是他干的。可他们说这个案子很特别，死者胸前有一朵白玫瑰。听到这话的唐城立马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再回忆一下，他们说的玫瑰还是白玫瑰？我确定就是白玫瑰。刘队，通知其他人马上开会。每次杀人前，他都会先给警察打个电话。我是幽灵，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很快，专案组的所有成员再次齐聚会议室，而这次大家脸上却全都写满了疑惑。红星街的杀人事件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听你的意思是你想接手？唐城没有说话，而是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光对付幽灵我们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要是再接手其他案子的话，恐怕不急，先听听唐城怎么说吧。2年前省里发生过2起意外事故，均有1人死亡。当时我还不理解上级为何要派我过去监督办案，可当我看到资料后才明白过来，事故本身倒是没什么可说的，确实是意外。但问题是2个死者尸体旁都有一朵白玫瑰，这很不对劲。要知道，对于我们警察来说，巧合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当时我严重怀疑这是一起高明的谋杀案，但整个事件却毫无破绽，我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一点，无奈只能将怀疑压下。原本我都快忘了那件事儿，但就在刚刚，红星街那朵白玫瑰再次出现在了命案现场。你们说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你的意思是说，这又是一起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我也希望是我多虑了，但我真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1次2次还能说是意外，3次尸体旁都出现白玫瑰，若还说是巧合，那就有些自欺欺人了。可即便这又是一起连环杀人案，我们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管呀。光幽灵预告案就已经让我们精疲力尽了。我也觉得我们没办法同时兼顾这2个案子。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反对的声音，而此时的唐城却是突然阴险一笑。谁说我们要兼顾2个案子了？你刚不是说想要接手红星街杀人案吗？我们是要接手红星街杀人案，但幽灵预告案我们可以暂时丢出去。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唐城，而唐城则是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如今幽灵预告案的调查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一旦再有突破，也许就能抓住幽灵。但大家觉得这关键时期到底会有多久？幽灵如今已经作案6起，死了8个人。哪怕我们中途破获了模仿案和林莽案，但是依旧无法掩饰幽灵预告案中我们的失职。上级对我们已经很不满了，要不是中途有2个案子缓口气，我想我们早被撤职了。这案子怎么回事？大家都清楚，我们抓不到幽灵，换了别人来也一样。别人来还不一定能做到我们这程度。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退出去，让别人来接手幽灵这个案子？没错，报告就由我来写，上级肯定会同意，并且会重新下派专案组，到时候让新下来那些人好好感受下幽灵的压迫感。等那些官老爷发现事不可为后，大家猜猜他们会怎么说？随着唐城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极力反对的众人顿时全都恍然大悟，就连最爱唱反调的王涛都瞬间秒懂。他们会说不是他们不够专业，而是敌人太强大。估计说的比这还夸张。等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幽灵这个案子就是个烫手山芋，谁碰谁倒霉。到时候就没人敢来了。我们还是将继续接手，同时经过这么一遭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催我们了。毕竟他们也怕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只会帮我们说好话。妙啊！趁着这个白玫瑰案，我们可以顺理成章暂时退出幽灵预告案。不仅如此，我们主动申请上级对我们也会另眼相看。此时众人已不再质疑唐城的提议，而是纷纷开始讨论怎么向上级写报告。而另一边，吴影自然也关注到了这起案件。然而当他看到雷横2个字时，顿时瞪大了双眼。雷横是我的下一个目标，这难道是巧合吗？但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对方就很有可能是冲着我来的。想到这里，吴影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董大军的电话。与此同时，妮娜传媒的一间办公室内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女子。白素，先说说你这边的情况吧。来西红之前我做过调查，虽说锦绣传媒是西红第一传媒公司，实力雄厚，但与其余几家大型传媒公司关系匪浅，想要离间恐怕很难。于是我便选择了进入一家新成立的传媒公司。妮娜传媒这家公司虽说初见，但投资方实力不菲，很舍得下本钱，发展势头很快。如今我已经在公司站稳脚跟，成为了第一艺人，相信随着公司发展，我应该能有不小话语权，到时候就可以想办法对锦绣传媒动手，逼迫背后之人现身。投资方查清楚是谁了吗？跟锦绣传媒有没有关系？投资方是董事长的亲妹妹，与锦绣传媒没有丝毫关系，这一点可以放心。云峰，你这边呢？
幽灵的一部分资料我已经拿到手了，确实是个厉害人物，不过在我看来还不值得你亲自过来。原本按照计划是要清除完西红柿以外的那些猎物才来这里的，但现在突然出现个幽灵打乱了我的计划，所以只能先解决这个麻烦再说。而且我的猎物不允许别人插手，我不管这个幽灵有什么目的，如今必须要除掉它。你要亲自动手吗？之前省里动手过一次，已经算是破例了，要是再动手会打乱计划。这件事还是你去办，等你再出手一次，那个幽灵应该就会明白你是冲他去的，到时候他自然会去找你，别让我失望。听到这话的云峰点了点头，而一旁的女子此时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专案组那个姓唐的也不简单，不要忽略了警方的影响力。我们这些人谁敢小看警方，也就你一人而已。与此同时，吴影也在董大军的帮助下收集到了白玫瑰案的现场证据。雷恒是我的复仇目标没错，那窗户上那口锅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向我传递某种信息吗？一口锅，难道是郭子健？想到这里，吴影突然眼神变得冰冷起来。希望是这样，我等你好久了。作案过程很明显，凶手藏在街对面3楼那间屋子里，用改造后的狙击枪发射冰子弹杀死了雷恒，并未靠的是打电话。雷恒手机里的未接来电也证实了这一点。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雷恒就是个普通上班族，平时作息相当规律。如果我要是凶手，最少有3个比红星街更好的动手地点，可凶手偏偏选在闹市区动手，为此还被监控拍到，这就很奇怪。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聪明，我倒是觉得这就是一个随机地点。能想到用冰制成子弹作案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想凶手应该不会是个笨蛋。没错，现场处理得相当干净，几乎什么都没留下。这样的罪犯若不聪明，打死我都不信。凶手被监控拍到，那是因为无法避开红星街那一片监控太多，无论怎么做都一定会被拍到。凶手也知道这点，所以全身包裹得很严实，除了身材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表面上看这家伙漏洞百出，实际上我们也根本没几条线索，所以这家伙也绝对是个厉害人物。也就是说，凶手选在红星街作案是有目的的？暂时还无法证明这一点，先不管这个了，按照流程走吧，该怎么调查怎么调查，我要一个人好好想想。说完，唐成起身离开了会议室。然而回到办公室没多久，红星街便再次接到报案。很快，专案组几人立即赶到了现场，看着眼前的尸体，刘国栋的神情极为凝重。依我看，这是个专业杀手，要么是军方那边出来的人，要么就是国际雇佣兵。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其实你多虑了。哦，这话怎么说？先不说这人不太可能与军方有关，就算凶手真与军方有关，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好事？因为就目前的信息来看，白玫瑰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关于这点，开会时我再解释。凶手使用狙击枪行凶，哪怕改装过，性质依旧没变。如果凶手与军方有关，那么军方必然会插手，经手帮我们处理掉凶手。当然，还是那句话，凶手出自军方的可能性极小，这案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来处理。听完，刘国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王涛却拿着个袋子走了过来。这是什么？凶手离开时刻意留下的，里面是一把杂草。看来没错了，上次凶手作案很多地方都透露着矛盾与奇怪，但结合这次作案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2次作案凶手都选在大庭广众且人多的地方，这是为了闹出大动静，好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仅如此，凶手对于动手时自己的藏身之所也几乎不做掩饰，就像生怕我们找不到一样。尤其是这次杀人后更是堂而皇之逃走，还留下一把杂草，其中意图亦昭然若揭，这是光明正大的在给某人传递信息。可这个信息是要传递给谁呢？是我们警方还是其他什么人？就在唐成陷入沉思之际，人群中的董大军也正在将他的收获发给了吴影。吴影在收到董大军的消息后，顿时皱起了眉头。一把杂草，难道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曹旺？如果是曹旺的话，显然这个白玫瑰就是冲我来的，但我不能亲自下场，一旦与他正面碰撞，我必死无疑。想到这里，吴影拿起手机拨通了严明的电话。我这有个委托，事关重大且有些许风险，不知道你敢不敢接？说说看吧。最近闹得很大的白玫瑰杀人案，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我需要你去跟踪这个目标，并借机找出背后的凶手。听到这话的严明顿时一惊。兄弟，这玩笑可开不得。你认为我像在开玩笑吗？那你是怎么得到情报的？据我所知，哪怕是专案组那边目前也不知道这个吧？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情报千真万确，我可以保证。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知不知道玫瑰案的凶手可不是一般人？我要是被他发现就死定了。你说的没错，一旦被对方发现就会很危险，但我只委托你找出他，并不需要你去接触他。当然了，你要是没这个自信，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重新找人。这委托我可以接，但你给得起报酬吗？价钱你随便开，我要的不是钱。那你要什么？我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我也知道你不是一般人，所以这次委托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身份，警察身份。我说的是能正大光明行走在世间的警察，不是地下警察。听到这话的吴影顿时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的是，对方作为王涛的线人，一直在寻找机会转正，而王涛却从没把他当回事。沉思片刻后，吴影缓缓抬起了头。
好，我答应你。哈哈哈，那好，这委托我接了。挂断电话后，严明瞬间就兴奋了起来。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帮王涛破获了不少大案，然而却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想到这里，严明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徐二虎的电话。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云峰也来到白苏家里向白玫瑰交差。这次我做的这么明显，那个幽灵肯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来。他会来的。7天后，曹旺会带着家人参加一场结婚宴，到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狩猎幽灵。以幽灵6次作案的资料来看，这是一个谨慎且聪明的人，他肯定知道我们会设下埋伏，并且他不是一个人。目前来看，至少有1位帮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到时候他应该会将这个帮手放到明面上，故意让我们发现他，而他自己则是躲在暗处，反过来锁定我们。既然他想螳螂扑茶黄雀在后，那么这次我们当猎人就是了。白玫瑰随后开始向两人安排当天的具体事宜，而另一边，吴颖也正在向董大军安排他的反击计划。情况就是这样，3天后就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万福酒楼就是战场。如果一切顺利，几天就能结束，但如果不顺利的话，也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将处于危险之中。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会尽力完成任务。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力保下你，而且你前面还有个盾牌，只要那家伙不死，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真出事了，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你女儿想不开，并且只要我在一天，我会保她一生衣食无忧。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说完，董大军起身离开了废弃仓库。看着董大军离去的背影，吴颖也随之皱起了眉头。这次的对手很厉害，希望你能平安无事。女人每来一次大姨妈，家里就会吃一顿毛血旺。然而面对这样的美味佳肴，老父亲却迟迟不肯动筷。爸，你怎么不吃啊？这次跟老板出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姨妈在这里照顾我，你就放心去吧。等你出差回来，我的身体应该也恢复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董大军此次进城并不是出差，而是要帮助吴颖完成他的反杀计划。原来就在3天前，西红柿刑警队突然接到2起奇怪的连环杀人案。显然这不是幽灵的杀人风格，这2起谋杀案凶手近乎毫无掩饰，均选择在闹市区作案，且每次除了在尸体上放一朵白玫瑰外，还会在现场留下一些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像是在给某人传递信息。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幽灵那种级别的敌人。就在两人还在为敌人的强大而感到困惑时，另一边的吴颖也在为接下来的反击战做准备。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万福酒楼对面的一间高档网咖内，吴颖正拿着望远镜观察酒楼里的一举一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隔壁房间里的白玫瑰同样也在注视着对面的酒楼。到了吗？已就位。董大军全神贯注地望着会场门口。与此同时，私家侦探严明也在吴颖的指挥下顺利进入了酒店。然而就在严明进入会场刚坐下时，却发现角落里的一名中年人眼神游离，四处张望。只见董大军抬起手放在了耳朵旁。曹旺到了。继续观察，注意隐藏好自己。说完，董大军的视线继续落到曹旺身上，而此时人群中的杀手云峰也收到了白玫瑰的指示，差不多了，幽灵与他那个帮手现在应该就在会场。收到命令的云峰随即开始快速扫描会场里的人，很快他便发现了一个人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曹旺。蠢货！发现不对劲的严明随即连线吴颖，你派人来了吗？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他已经暴露了。收到消息的吴颖顿时一惊，他没想到对方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自己的眼线。想到这里，吴颖立即接通了董大军的隐形电话。你已经暴露，不过不要慌，一切按计划行事。这一回合算我输，但下个回合该我出手了。而另一边，董大军在得知自己已经暴露后，表面并没有做出反应，而是继续寻找想要对曹旺下手的人。时间很快来到1小时后，随着婚礼即将开始，会场里的灯也随之熄灭。董大军见状摸黑来到了曹旺的身后，接着一根银针刺入曹旺后背。眼看曹旺倒地后，董大军随即将一朵白玫瑰丢在他身上，然后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中。曹旺已经解决了。好，随时注意周围人群的情况。5分钟后，会场里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叫，而当云峰看到倒在地上的曹旺时，脸上顿时写满了愤怒。曹旺死了，应该是对方杀的。既然对方杀到了曹旺，那么警方很快就会赶来，所以你将面临2个选择：第一，现在就逃，这样的话你会暴露，还会因此被幽灵锁定；第二，不逃，但是等警察赶来稍微调查，你同样会暴露，被警方锁定。好手的，让我陷入了两难之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应对，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计就计，反将他一军。白玫瑰随后将他的临时计划向云峰说了一遍，而此时的会场已经在酒店经理的维持下安定了下来。曹旺死了，那个杀手应该不会再露出马脚，看来这次委托要失败了。就在严明正在失望叹息时，突然看到了人群外的董大军，严明顿时眼前一亮。
还有机会。这个中年人肯定已经暴露，也许那个杀手也会对他下手。想到这里，严明又继续进入了工作状态。就在此时，酒店经理也突然站上了舞台。请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已经报警，警察很快就会过来。在这之前，请大家听我指挥，以免再次出现伤亡。现在请大家保持安静，按照酒店工作人员的引导去1楼大厅集合。10分钟后，所有人全都来到了1楼大厅，而此时人群中的云峰突然面露微笑。大家东西都带齐了吧？死人了，那里肯定会被封，要是有什么东西落在那，估计就找不回来了。随着云峰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开始检查起来。片刻后，一名青年突然面色一改，糟了，我手机不见了。见状，云峰突然露出了鬼魅一笑，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快回去拿吧，等警察来了就没法再进去了。对了，别自己一个人去，到时候说不清楚，找个工作人员带你去。男人随即向云峰手指的方向走去，而董大军见状顿时紧张了起来。你好，我手机落在上面了，能带我去拿一下吗？董大军此时已经害怕到不知如何开口。这时酒店经理走了过来，赶紧带他去吧，早去早回。随后，董大军在恐惧中带着男人走向电梯，然而这一幕却正好被不远处的严明看见。难道这就是那个杀手吗？如果是，那我必须要去看看。想到这里，严明立即来到酒店经理身旁。经理你好，我钱包落在上面了，能叫个人带我去拿吗？经理随即招呼一个工作人员，带着严明往电梯走去。而看到这一幕的云峰，此时也露出了满脸得意。终于找到你了。很好，完事后尽快离开，你最多还有10分钟。10分钟之内如果不能顺利离开，我允许你强行逃离，遇到阻拦随你处置。很快，董大军已经带着男人来到3楼，而紧随其后的严明却突然眉头紧皱。糟糕，中计了！想到这里，严明立即转身往楼下跑去。就在此时，云峰再次收到了白玫瑰的提醒：你还有5分钟。经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刚有人被杀了，而那个凶手就在我们这群人之中。你想想，等会儿警察过来了，那个杀人恶魔发现逃不了，他会怎么办？听到这话的经理没有立即回答，毕竟他不知道眼前的人是何居心。而此时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却突然面色一改，我猜他要是逃不掉的话，肯定会临死前拉几个垫背的，或者抓几个人当人质。有这个可能，但如果他有机会逃走的话，那他还会冒险伤害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吗？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开始慌乱起来。开门，我要出去！快开门！抢钥匙！霎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叫嚣，而已达目的云峰表情却是渐渐变得阴冷起来。接下来，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先处理黄雀，蝉随时都能捏死，无关紧要。保持冷静，胜负未定，交锋还没有结束，你现在立马回家。黑色丰田，车牌为 CM2767，正往阳安大桥开去。王八蛋，你他妈坑我是吧？这明摆着就不是什么调查委托，对方的目标也不是曹旺，而是你。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当替死鬼吧？你给我记住，我不管你是谁，只要我逃过这一劫，老子跟你没完。等你逃过这一劫，我们见个面吧，到时候我会给你个交代。但现在你应该想办法摆脱跟踪，一旦被那个杀手靠近，你就真死定了。很快，严明便逃到了家里。然而，就在他以为成功甩掉对方时，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我该不会被定位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杀手现在应该就在外面。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天黑之前那人肯定不会动手，否则他没必要一直跟踪我到这里，完全可以在中途强行击杀我，又或者刚才就可以破门而入将我杀死在家中。所以那人尽管要杀我，也只想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完成。想到这里，严明立即拿起手机拨了出去。严老大，好久不见，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都是道上混的，有事吩咐就是，只要兄弟能办的，铁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严明随即将自己的处境以及解救方法向对方说了一遍，而对面听完却略显犹豫。严老大，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啊。30万，帮我这个忙，我给你30万酬劳。这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50万。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刘麻子。瞧你说的，我又没说不帮你，你等着，我马上就带人过来。很快，严明在朋友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了自己的家，而云峰在失败后立即联系上白玫瑰，让他逃了。那就先去另一个目标那里吧，资料我马上给你传过去。挂断电话后，云峰立即往董大军的方向赶去，而另一边，吴影已经早早的将董大军接了出来。如果这次不能解决掉那个杀手，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不能再露面。我明白，其实这次能保住命已经是万幸。新的住处没问题吧？你放心，按照你说的没签租房合同，并且我也没出面，在街上随便找了个人帮我办的，没有留下破绽。那就好。对了，你女儿的情况怎么样了？她说她想去上班了，你能帮她安排一下吗？什么时候？你安排就行，早点最好。那就后天吧，让你女儿直接去你那传媒报道，其他的我会安排好。那就谢了。不用说谢，但你也清楚，走上这条路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只希望我们都能平安活到最后。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知道该怎么做。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一间陈旧的铁门外，云峰拿起一个注射器朝自己的颈部按下，随后一脚踢开了大门，同时丢进去一个易拉罐，见里面没有反应后，才一步踏进屋内。然而就在他进入的一刹那，突然几道破风声传来，几秒后云峰倒地。而另一边，坐在车里的两人看着视频有些意外。不应该啊，怎么这么轻易就将他放倒了？他死了吗？不好说，再等等看吧。如果还没动静，我们再过去。时间很快来到几小时后，房间里的云峰也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随后走到一个开着视频通话的手机旁。你跑不掉的，我说的不是你，董大军，而是你背后的那个人，严明。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说完，云峰立即消失在了房间里。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刘国栋的办公室内，王涛正满脸兴奋地向两人诉说新专案组的窘态。幽灵的案子已经转交给上级专案组了，你们是没看到，当他们听到幽灵再次作案时，那表情可是相当精彩，就跟吃了几十斤苍蝇一样。他们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不出1个月估计就会达到恢复。不过他们走后，不光幽灵案我们会重新接手，玫瑰案也只能落到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也头疼。不管是幽灵还是那个杀手都很棘手。你们别看那个白玫瑰杀手看似胆大包天，实则粗中有细，格外谨慎，加上强大的个人武力，很难对付。酒楼那边有拍到那家伙的面容吗？那家伙肯定是先踩过点，对酒楼监控位置一清二楚，每次都避免脸被拍到。不过酒店工作人员正在配合着做面目还原，已经得出一个相对比较符合实际的面容。吴强正在做最后的修改，不过说实话，这东西没什么用。通过这次草网之死，我觉得至少有2点可以确定：第一，之前白玫瑰案留下的提示是给幽灵留下的，告诉幽灵下一个击杀目标。第二，那个杀手与幽灵之间是敌对关系。如今我们还是要把调查重心放在那份名单上，只要能得到这份名单，我们不但可以提前得知哪些人将会是下一个受害者，还能提前设局，等待鱼儿上钩。到时候不管是幽灵还是那个杀手，都能被我们一网打尽。听到这话的两人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而另一边，吴影和董大军也在废弃厂房和严明见面。我还以为你们不敢见我了呢，说吧，怎么给我个交代？吴影没有回答，而是让董大军交给严明一个袋子。严明在看过里面的东西后，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你这次可是把我坑惨了。你不是还活着的吗？而且这次冒险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报酬，这很公平。那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杀手？既然已经是敌人，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能继续合作，争取早日除掉这个心头大患。你不错不错，如今已经上了你的贼船，想下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是吧，幽灵？他明明是个警察，却干起了杀人勾当。只因一直渴望转正的他迟迟得不到上级的提拔，于是被迫帮助他人完成了一场完美猎杀。王八蛋，你他妈坑我是吧？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给你当替死鬼。你给我记住，只要我逃过这一劫，老子跟你没完。那就见个面吧，我会给你个交代。我还以为你们不敢见我了呢。说吧，怎么给我个交代？吴影没有回答，而是让董大军交给严明一个袋子。严明在看过里面的东西后，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你这次可是把我坑惨了。你不是还活着的吗？而且这次冒险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报酬，这很公平。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对方那个杀手？既然已经是敌人，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能继续合作，争取早日除掉这个心头大患。你不错不错，如今已经上了你的贼船，想下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是吧，幽灵？此话一出，董大军顿时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吴影，而吴影却没有感到一丝意外。既然你已经猜到我是谁，为什么不报警？报警有用吗？我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依旧不肯露出真面目，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如此谨慎的你，我并不认为警方能拿你怎么样。显然与你为敌很不明智，甚至我怀疑，就算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头，可能死的那个人依旧会是我。再说你尽管是罪犯，但是却很守信用，相比于王涛，我更相信你。你是个聪明人，那就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吧。但我有个条件，我不杀人。可以。自此吴影的第二个小弟就位，但一旁的董大军却是满脸疑惑。他可靠吗？这人心思比较多，但应该可以信任。况且他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他有把握除掉我，否则绝不会背叛我。不过我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永远都不会。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牛马二人终于找到了当年严家被灭门时唯一的邻居，然而对方却始终不肯开口。怎么办？这个人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他要是不愿说的话，我们就一切都白忙活了。我知道该怎么让袁春山开口了。怎么做？袁春山之所以不愿意配合，是因为他怕被报复。如果我们能保证他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被任何人知晓，你说他还会有顾忌吗？可是我们要怎么保证才能让他相信呢？这就很简单了，有的是办法。说完，两人再次来到袁青山家中，而袁老面对两人的提问依然不为所动。我知道你有所顾忌，害怕被报复，这些我都理解，毕竟都是普通人，有家有室的，怎么可能为了几个死人去冒险？所以今天我来是以警察的名义向你保证，不管我从你口中得到什么，别人问起时我都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哪怕是领导问我同样如此。袁老先生，请看在严家那些人在天之灵的份儿上，告诉我你知道的好吗？
听到这话的袁青山随即陷入了沉思，显然他在权衡说出真相的后果，一旦说出有可能让他家破人亡，可不说这两个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想到这里，袁青山无奈地看向了两人，希望你们能信守承诺，不然我们家可就要因此遭殃了。21年前的那天晚上，严家小洋楼外面围了几十个人，那些人对着里面的严家人不断咒骂，还有人丢石头进去。当时我还以为是遇到抢劫了，可仔细一看，下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而且都是镇子里的人。于是我准备上去把误会解开，可还没等我走到隔壁，就被一群人给拦下。其中那个领头的拿着一根棍子指着我，让我别多管闲事。没办法，我只能回到家里。最后突然一群人就冲了进去，等到第二天，房子已经变成了废墟，并且那天中午就有个男人找上我，他告诉我让我忘了那件事，当作什么都没看到，否则我全家都会死。从那以后我就把房子卖了，全家搬到了市里，也想彻底忘掉那件事。那晚参与闹事的人你还记得有哪些吗？孙伟、张文强、曹旺，还有姜老三。姜老三全名叫什么？姜老三老爹叫姜建堂，姜老三叫姜生，对，就是姜生。还有其他人吗？记不起来了，有的人我还记得面貌，但就是想不起名字。你确定那个姜生那晚也在那里？肯定错不了。随后二人立即打电话将这边的收获上报给了王涛，而王涛在收到两人的情报后，立马来到刘国栋的办公室。幽灵的复仇名单有了。你说什么？随后王涛把事情简单向两人说了一遍，听完刘国栋却皱起了眉头。那你派了多少人过去？2个。不行，快把所有人全部派过去，必须保证把人安全带回警队。很快姜生便被带到了警队审讯室，而姜生也将自己知道的13名参与者全都说了出来。2天后，警方根据这些人的口供，成功掌握了幽灵复仇的完整名单。名单上一共99人，其中13人已死，剩下86人活着。死去的13个中有9个是幽灵杀的，白玫瑰杀了2个，还有2个恐怕也是白玫瑰杀的。难道剩下的2个正是我之前提过的省里那2个？没错，当我发现时也很震惊。也就是说，死去的13人里，除了幽灵杀掉的9个，剩下全是白玫瑰杀的。为什么他们都要杀名单上的人呢？如果他们需要杀的是同一批人，那他们又为什么是敌对关系呢？等等，我想我应该明白了。你明白了什么？幽灵就是严若安，他要为家人报仇，所以要杀参与灭门案的所有人，但他并没找出所有仇人，而没找出来的那个仇人很有可能是灭门案主谋。也就是说，除了幽灵，如果谁还知道那份名单，谁就是主谋。所以当白玫瑰出现时，幽灵立马就断定白玫瑰就是主谋或者主谋的手下，双方当然是死敌。而这个主谋之前没有杀名单上的人，是因为他以为灭门案早就过去了，但当他发现有人在为那场灭门案复仇时，才明白过来严家还有幸存者，于是他就只有2个选择，要么主动将名单上的人清除掉，彻底解决隐患，要么干掉幽灵。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白玫瑰要给幽灵留下提示这一点。随着唐城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瞬间恍然大悟，如今名单上还有86人活着，其中有41人在西红，45人分散全国各地。西红外的我们暂时不去管，可西红内的这41人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这41人我们不可能全都关起来，原因有3个。第一，严家灭门案过去太久，当时已经结案，且案件资料也全部销毁，实在没有理由再拿当初的案子说事儿。第二，这41人并非全是平头老百姓，有富商也有公职人员，牵扯太大，专案组也扛不住。第三，如果将这41人全部关起来，势必会让幽灵与白玫瑰离开西红，去处理剩下那36个分散全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好不容易拿到的主动权瞬间就要交出去。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人都是必须要放的。但放了过后，我们该如何去保护他们？或者说，该怎么利用这些人来抓住幽灵和白玫瑰呢？我认为可以每人身边配备几个外勤便衣，2两一组，轮换监视。这个方法可行，如今的局面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利。之前我们不知道目标都有哪些人，也无法通过常规调查锁定幽灵，几乎无能为力。可现在尽管又加入了一个白玫瑰，但我们已经掌握目标名单，只要目标在我们手里，他们就一定会主动送上门。所以新的格局下，我们不再被动，而是庄家。此话一出，沉寂了3个月的专案组再次燃起了斗志。而另一边，看着手中严明的资料，白玫瑰不禁皱起了眉头。不对，这跟我心中那个人的形象不符，再加上这人看起来最多30岁左右，20年前也才10来岁，看来这个严明就只是幌子，真正的幽灵还没有现身。也对，这才符合那人的实力。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既然警方已经得到了那份名单，那他们是怎么安排那些人的？每人身边有4个警察，分为2组，1明1暗。跟我预想中差不多，这也是警方能做到的极限，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此事我们能知晓，幽灵肯定也能知道，那么你认为当真正的幽灵得知情报后，他会怎么应对呢？
也许他会先观望一下吧。我也这么认为，局势出现了变化，先观望总没错。所以趁着这个时期，我们需要做点事。首先杀掉一个目标来立威，然后继续给幽灵留提示，告诉他下一次战场在哪里。否则这么一直耗下去，我们很难找出真正的幽灵。那这次目标选谁？无所谓，你自己看着办吧，只要能让幽灵看懂就行。那就江生吧，警方抓他动静那么大，幽灵肯定明白我们的意思，也会看到提示，从而应战。听完，白玫瑰满意的点了点头，显然他对云峰的能力很信任。而另一边，严明也将他的情报告知了吴影。哦，警方知道了名单。没错，他们先是找到了当年被灭门那家人的邻居，从他口中挖出了一些参与的灭门的人，然后又根据这些人的口供得到了完整名单。不仅如此，今天西红境内的41人已经全部放回了家，专案组也做了安排，每人身边都有4个警察保护。你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我跟了张涛10年，他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再说做了10年线人，我在警方内部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所以这个消息千真万确。那如果你是对面那个杀手，当你得知这个消息后，你会怎么做？局势发生了变化，肯定是先观望再说。观望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估计对方应该会按兵不动。既然他们不出来，也就给了我们机会。什么机会？趁着这段时间做掉一个目标，并且给他们留下提示。上次是他们主动，而这次我们先来，战场由我们定，掌控主动权。否则，如果我们双方都选择观望，局势将陷入僵局，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你是说你有把握在警方的保护下杀人？如果警方全力保护一个人，我确实很难做到，但只有4个警察保护的话，并不难。那你要选谁做目标呢？这倒无所谓。哦，对了，警方第一个抓的人是谁？这个所有人都知道，毕竟动用10几辆警车，一个叫做江生的男人。那就选他了。他每杀一次人，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警察。我是幽灵，通知你们一声，我要杀人了。说完，他就把电话卡拔出来掰断，并扔进水中。同时，2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的画面也随之浮现在他眼前。而作为当年唯一的幸存者，研究完美犯罪18年的他，也开始了他的完美复仇。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警方已经得到了他要复仇的完整名单，并出动全城警力将名单中的人保护了起来。就在他把江生作为下一个目标时，另一个组织也同时向江生伸出了魔爪。出大事了！听说小区里面死人了。谁呀？江生啊，你刚刚没看到有很多警车进去吗？他怎么会死呢？1个小时前我还给他送啤酒进去呢。不清楚，听他的邻居说好像是吃了个梨就死了。那还好，只要不是喝了我的酒死的就行，吓死我了。说完，超市老板拍着胸脯松了口气。然而听到这话的杀手云峰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吃梨死的，这不应该啊！很快，云峰便带着这个疑惑找到了白玫瑰。江生没有喝我们准备的啤酒，而是吃梨被毒死的。听完，白玫瑰稍作思考，片刻后一脸镇定地看向了云峰。看来这是幽灵做的，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竟然在明知警方已经派人保护的情况下主动出手。对了，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不清楚，事发不到20分钟，现场就被封锁起来，我没办法去现场看，也无法从别人口中得知。也对，幽灵不可能猜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对江生动手，也就不可能算到你在附近。那么他即便是要留下信息，也不会留在现场，可是又能留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他会给我们留信息？因为他和我们的想法一样，都想除掉对方，所以一定会留下信息，这样才能把我们引出来。我知道了，他这次是用毒杀的江生，而下毒的在体室里。你说他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一个姓李的人？听到这话的白玫瑰顿时恍然大悟，他没想到幽灵会把信息留得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看来应该就是李龙了。真有趣，他竟然开始模仿起我来了。说完，云峰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冷笑。毕竟上次已经吃过幽灵的亏，这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真正的幽灵较量。而另一边，西红柿刑警队专案组的众人再次齐聚会议室，然而大家脸上却全是疑惑与不解。江生是食用带毒的梨而死，毒素依旧是见血封喉，这是幽灵常用的毒素。但有一点很奇怪，经过物证科鉴定，江生冰箱里的啤酒也含有剧毒，但是却并非见血封喉。也就是说，幽灵做了2手准备？暂时还不能确定。前方，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发现？现场被破坏得很严重，不过并不影响勘查。梨是江生的大姐江燕从超市那里带上去的，现场也确实没有多余痕迹，除了这2人，也就当时进来的几个邻居，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人进入过现场。唯一有用的只有那辆货车，里面留下了一些 DNA， 但经过比对并没有找到任何信息，所以我这里没有发现。小区监控我看了，没有发现异常人员，基本可以判断凶手并未进入过小区。再说超市监控，尽管从监控角度确实可以拍到水果摊的情况，但凶手事前做了准备，门口监控被挡住，什么都没拍到，我这里也没有线索。那货车老板那里怎么说的？
说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年轻人，名叫张峰。技术科那边按照货车老板所说做了素描绘画，结果同样查无此人，不过倒是跟唐顾问有几分相像。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看向了唐城，而唐城却依然满脸淡定。我是大众脸，跟我长得像的人太多了。那这么说来，我们又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吗？看来的确是这样，而且这次案子有太多地方不对劲。就说最简单的一点，为什么啤酒已经送到江生手中，凶手还要冒险再用煤去毒死江生？这不合理，而且毒素也不一样，这就太奇怪了。没错，哪怕为了确保江生必死，选择下毒2次，也该用同一种毒素才对。毕竟幽灵习惯使用的是见血封喉，这也是为了给我们传达信息，目的是要我们帮他查询当年灭门了的隐情。会不会这只是个巧合？当时有2个凶手，一个幽灵，一个白眉鬼，他们双方正好同时向江生下手。如果是这样，那很多地方就说得通了，说明此次谋杀成功的是幽灵。可是幽灵怎么确定江燕那天就一定会买梨呢？而且根据江燕交代，梨是他一个一个选的，那幽灵又怎么保证他一定会拿走那个带毒的呢？会不会那个商店老板就是他们的帮凶？不太可能，幽灵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会让一个这么明显的人做他的帮凶。散会后，唐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陷入了沉思，显然他已经察觉到了幽灵的变化，对方的作案手法比以前更上了一个台阶。想到这里，唐城拿起手机拨了出去。原来你还记得你有个爹呀？老爸，瞧你说的那个，现在说生日快乐还来得及吗？有屁就放，别跟我来这套。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前段时间忙案子忙疯了，您生日我给忘了，这不是打电话跟您道歉吗？快说，不说的话我可挂了。是这样的，前2天那的幽灵又杀了一个人。唐城随即将他遇到的难题向父亲说了一遍，而对方在沉默了片刻后吐出了4个字：心理暗示。听到这话的唐城顿时恍然大悟，随即找到了心理学家胡梅。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可怕之处，每个被心理暗示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控制，他们只会认为所有的选择都出自自己的意愿，这才是心理暗示最让人恐惧的点。杀人于无形，且无法阻挡。这么看来，我之前对幽灵的判断完全错了，他不仅仅是懂心理学，还是一位极其厉害的心理学大师，而且在这方面他比我更加精通。听完，唐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以前的幽灵根本就没出几分力。想到这里，唐城突然盯上了胡梅桌上的一本书。与此同时，牛马2人再次接到了王涛的外勤任务。据说这次任务挺麻烦的。何止是麻烦，要是一个不注意，我们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这严家明摆着就有问题。咱们在神隐镇足足待了好几个月，几乎每家每户都去问过，关于灭门案知道的人虽少，但总归还是有几个。可是关于严家竟然没一个人了解，这就很不正常。没错，还有严家那些亲戚，之前为了调查幽灵身份，我们试图找过这些人，但神奇的是，这些人的资料如今都还在，可人却一个都找不到。严家那些亲戚不仅消失了，连带着他们的痕迹都消失无踪。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严家并没有什么亲戚，这些信息全是假的，甚至我怀疑连严家人的资料都有可能是假的。那我们过去后该怎么调查？没得选，如今只有一条有用的线索，那就是严家曾经的地产公司。那公司不是早就没了吗？公司没了，可人还在呀。当初那么大一家地产公司，如今还活着的也不少，要找出他们不算难。说着，2人立即开车前往神隐镇。而另一边，吴影也在唐城的邀请下来到了唐家。然而，当他看到桌上的书本时，顿时产生了疑惑。你最近怎么还对心理学感兴趣了？一言难尽了。有时候逼着你学习的并不一定是你的朋友，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这么看来，你是遇到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了。没错，以前听说心理学博大精深，我是嗤之以鼻的。可最近这么学习下来，我发现这东西要是学好了，还真是一门大杀器，不但实用，还很厉害。那你学的怎么样了？还行吧，差不多也算入门了。我觉得你还是别高兴的太早了。心理学入门容易，学到一定程度也不难，但想要精通的话，可没那么容易。此话怎讲？这么跟你说吧，就目前来看，你还无法精通心理学。为什么我就不行？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心理，跟人的三观与经历密切相关。很多时候，同一个论点对于不同经历的2个人来说，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通俗点说，就是心理学很多方面并没有标准答案。想要精通的话，非经历过大苦大难者不可得。听到这话的唐城稍作思考，随后一脸好奇地看向了吴影。你一个数学老师怎么对心理学这么了解？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小时候受到过不少欺负，也经历过一些磨难，心理自然就有些问题。可以说我们那些孤儿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自学心理学，试图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那这个过程一定很痛苦吧？准确说是很血腥。血腥？
没错，就像是一台手术，我的灵魂是主刀医生，肉体是病人。灵魂控制着手术刀，一点点切开肉体，将体内的毒瘤一点点取出。这个过程，灵魂时刻清醒，必须忍着肉体的疼痛，一点点、一刀刀的切，直到把毒瘤全部切掉。等到手术做完，灵魂还需要拿着针一点点将伤口缝上。说真的，痛苦倒是其次，毕竟会麻木，但那股子血淋淋真的很难忘掉。尽管吴影说的轻描淡写，但唐城听完却有些背脊发凉。聚会结束后，回到家的吴影也开始谋划起下一场猎杀。进攻方案已经制定，应该没什么问题。如今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在我的回合到来之前防住对方。不行的话，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来防住所有可能性。这次活动能动手的机会只有3处，分别是李龙讲话环节、表演环节和晚宴环节。讲话环节是对方唯一可能动手的地方，目标周围只有话筒。要破解这个倒是简单，临时送个新的过去就行。要防住表演环节也不难，只要引导保护他的4个警察随时在李龙附近，对方就不会出手。最麻烦的就是晚宴环节，对方如果在这里下手，我将没有办法应对。不过与其防守，不如来个请君入瓮。想到这里，吴影的嘴角微微勾起，同时一个复杂且稳妥的计划已经在他心中成型。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白玫瑰也在脑海中演绎着自己的行动过程。据我猜测，这次对方依旧不会亲自下场，跟我一样只会远程指挥。也就是说，幽灵会在售楼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静看风云变化。祈祷别被我找到吧，否则你会死得很没有尊严。至于主战场，主要是围绕李龙展开，不管是猎杀李龙还是借机除掉幽灵，都可以同时进行。根据活动流程来看，对方只有3处机会动手：讲话环节、表演环节以及晚宴环节。按照幽灵之前的手法来看，他选在晚宴环节的可能性最大，讲话环节次之。一个用毒，一个用机关。想到这里，白玫瑰满意的闭上了双眼，显然他已经开始享受其与幽灵的第2次交锋。